那个一口气不来啊，我们1毛钱也带不走，是那个够用就好。在凡尘生活啊，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啊，这样就好了。那个欲望是无底深渊啊，填不低啊，你再怎么去把它满足你的欲望，都不会满的，不会说好了我不再追求了，不会啦。咱咧欠直欠变做拢修财路，修遐钱啊，愈济愈给他过啊，愈唔爱布施。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越拥有越多啊，烦恼啊苦恼越多，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佛性光明了。那个就是最富有的最富有啊，就是我们佛性光明。所以我们有讲过那个7法财，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7个啊，7法财。第一个呢就是5呢，能够听到最上乘佛法。我们佛性里面最富有的听到最上乘佛法闻就是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可以成佛的方法。那第二个呢就是信，相信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佛，相信不要向外追求，向我们内心来追求，自己本身呢就是佛所以要相信。然后呢再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有那个戒力啊，因为造化都引诱我们精神外放，那我们要有那个戒力啊，把那个造化的引诱把它切断，不受造化引诱我们不接受造化的引诱那个很重要我们呢只要保持自己呀很笃定的那个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守得住所以第三个呢就是戒。第四个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力，定很重要就是呢这个要从呢本体产生定来了解说凡尘的所有动摇都是生灭变化，所以不要落入现象里面那个有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定力的话，处理事情一定都会很圆满。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搭下国语怎么讲？老一辈的才会讲不笃定那个搭下就是做事情没有观前顾后真搭下，就是那个经验都不够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没有从那个真理生发出来，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很仓促的一些决定都没有观前顾后，做下来呢很多都是不复而真所以搭下很多那个台湾话翻成口语或许都翻不过来。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仙山，各位仙山什么意思？老一辈的听懂吗？仙山或许把那个内容稍微跟我们讲，就是他很僻气他有他的气节，人家再怎么说都不接受了，叫做显衰。假如说我们从那个出生道，然后转到这凡尘来，那从出生道转到凡尘因为他在出生道之中已经经过很久，所以各位姐姐，出生道他所重视的是什么？有2个，一个是吃，一个是睡。
所以他的那个里面啊，畜生道的那个新婚里面啊，就只有吃跟睡。吃饱了想睡了，睡醒了又想吃了。所以一转到我们人道来，会怎么样？也是一样，就是想吃，吃饱了想睡。有没有这种人啊？不但有，还蛮多所以你要他来做善事，他愿不愿意？绝对不愿意。你要度他求道，他愿不愿意？也不愿意，因为他心分中里面没有那个事。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要从那个最根本的，说你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要苛求了，这样就好了。让他慢慢经过，慢慢累积经过累积一段时间以后，你邀他说我们一起去寺庙拜拜。在他很空闲的时候他就会说好了，我给天把你来拜。那假如说都没有把他培养，他会讲说败坏脆康，有没有？就会这样说那我们就知道那个离得太远了他心分里面已经都很迷昧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能够接受最上乘佛法，绝对不是简简单单一定有祖德，祖先有德性，然后我们本身累积善我们有善因，善又生根了善根，善根又成熟了，然后才会遇到上乘佛法。我们又遇到上天大海普渡这么殊胜的机会何不好好把握，把它修正修成，又回到本位，都是佛，然后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要到哪个佛世界去都可以，不是很理想吗？对不对？可以做到的，看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因为我们有一些对凡尘都很贪念，很迷恋这个凡尘，所以才有那一句话说只羡鸳鸯。对了，不羡仙他只有羡慕鸳鸯。会不会死绝对会死。那死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有那个美好的景象呈现？不会有了啦。不要后悔啦。后悔让我的包包掉，不会的。要看我们造什么因一定要有善因，才有善的果报。那我们在凡尘各位浅显，行善的时间多还是作恶的时间多？为什么会作恶的时间多呢？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说无明的时间多了，不能说作恶，我们不会去危害别人那没有作恶只是无明而已无明的时间多。那无明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样无明？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无明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从佛性本体很光明的发出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光返照，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马上知觉，那个念它就断了。你只要说没有马上知觉它会一念接一念，没完没了。我们以往都这样，所以很习惯了一念接着一念，一念接着一念，那个叫无明因为是无明所以漏入两边善恶的两边我们从无明漏入。漏入以后我们都住相行善也住相，做恶也住相就受苦没完没了，就一直在受苦
这样呢恶性循环。那现在我们研究性理心法，明心见性，知道这一些我们从佛性本体发挥的念头我们要能够去降伏、克制。所以发挥我们金刚本性，金刚金中之刚，完成最价值的、最锐利的金刚，把它发挥出来，它可以破坏万物不会被万物破坏。表示说，我们金刚本性可以破坏所有念头，不会被念头破坏。各位贤，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有没有被念头把我们控制？有没有？还蛮严重的呢。我们念头一产生一定被念头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很难改变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他产生什么决定一定按你去做。你怎么讲？唔通啦，唔通按你做，唔通按做劝得过来嘛？大概10之8、9都劝不过来，一点一意孤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已经没有发挥金刚本性了，都被我们那个妄念看得紧有没有？他造不造业一定造业。所以我们就是要研究真理，让我们的金刚本性来指挥身体，绝对不造业。这样会了吗？会不会？会不会听话？我们的所有行为会不会听我们佛性话？会不会？想不想启发佛性来指挥想。那很好很理想，一定呢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来指挥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本体用佛性本体，这个就已经不生不灭了用佛性本体直接来指挥我们在完成的所有一切行为。那么当下已经是佛，所以就不怕说那个走山因为当下都是佛，走山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呢这个这已经圆满的光明我们那个佛性整个圆满光明这个都不怕外在的形象，所以外在形象都是虚幻不实在的不真那我们呢真的都在我们实相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所以不怕走山整个山一变化我们都不用害怕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研究这个是最殊胜的超越相的这整个可以超越甚至都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有这个天灾人祸都会知道那我们有时候要了解说像这一次里面它有那个温道它也都根基蛮好这个发生灾难它都把他的那个事情去跟他的那个熟识的人去给他们托梦全部都去给他们托梦就是以身体来讲道。所以你们这个要在平常的时候就是要能够掌握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外在的形象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能这个生存在凡尘，不能再完成实现那已经可以到那个整个佛性都跟空间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身体的形象就不管几样。像我们之前有讲那个神光二祖，神光二祖怎么死的？各位知道吗？被砍头的
因为那个皇帝啊，就是对那个所有修道人非常反感，只要你修道了，他就这个对跟你作对了，所以他一直在推广这佛法，他被人检举啊，说呢这个他有野心呐，想要这个巩固他的地位啊，要领导这个国家。那皇帝那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他就把他抓去砍头了。那神光就讲，他说将头啊，将这个头来临白刃就是刀了，把那个头要去用刀剁，犹如啊斩春风。你红斩头刚刚你斩春风啊，春天风啊，不是很舒服吗？你看那个什么心，就是严明，整个那个佛心都严明，形象是假的啦。所以他把那个整个道脉传给那个山主，他就跟山主讲，说你不要传，因为你这个时候传一样没有命啊，你跑到深山去躲起来，不要被人发现就好，把那个道脉能够延续。所以我们在那个历史之中来看，山子他的事迹没有，他世子才有了，世子到深山去这个见山主，山主把那个道脉传给世子，世子以后传给五祖，五祖传给六祖，就这样。那到六祖的时候，那个五祖也跟他交代说，不要急着要弘扬，不用，还要一段时间时机还没到，所以又经过15年，对不对？经过15年以后，他才现在是要弘扬的时候才出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道都是有那个显很显扬的时候，有隐藏的时候。那现在是三遍大开普度，各位先生，三遍为什么要大开普度？因为人的心太恶，人的心恶，各位要了解到，形成共业。一个人的心恶，他的头顶都是黑气你所有人都是黑气就形成灾难。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逃得过，一定要接受灾难。那有一些还蛮善良其实我们人都很善良，是沾惹到现象才起变化都是很善良像那个走山那一些去挖土那个怪手还有那些大卡车运土的，他们都日以继夜一直工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附近的一些那一些商家送那个粽子、包子、咖啡、饮料，都一直送去给他们吃，不用钱。你看人心是不是很善良？很善良那一些那个大卡车司机，他们也说我们又没有受征召，自己去了啦，家己车开就去安尼啦。讲嘛唔知要去甲谁领钱，很有意思讲阮来咧做唔知要去甲谁领钱，讲无要紧救人就好所以你看人心都是善良，他也不会这个政府假如没有发给他们钱的话，这个怎么当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出钱所以那个都不用怕。人心都是还是善良，所以我们了解说所以会有变化，是我们住相，住在形象，你贪图物质享受就会有私心，私心一起了以后就会作恶，做了恶就要接受恶的果报，这叫做头脑不清醒。那我们就是了解到凡尘很多都会这个样子，住在形象，然后被假象迷惑，然后黑气就一大堆就形成灾难。
灾难降临啊，我们要同时接受啊，所以啊，上天不忍心啊，义跟慈同时啊相连啊，所以降道拯救善来虚，降灾难来惩治啊这一些私心作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大开普渡只要呢我们都有那个根善根都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时候上天呢要救我们回去呀。这一次我会老师不是说我们好久都没有回家了，我们家里都是低都西都没有回去打扫，想不想回去呀？想。回到故家乡回到本位，都是佛，每一位都是佛所以要自我期许呀，都是佛，拢是佛那我们呢内心都是非常光明，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无条件的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帮助自己。利人绝对利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大部分我们在生活之中拢专的顾家己较济，有没有？有没有顾家己较济？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顾咱的家人，对吧？有没有？然后顾家人有教够有力，顾遐亲家朋友，有没有？一直发挥，对不对？那所有众生呢，都是我们亲朋好友，都是我们一体呀。众生都是性分之中的众生，拢是家己的啦，家己的性分来的。众生都是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不用起分别心，不用起强烈的那个对待心。各位有没有对别人产生强烈的怨愤？你看没人答应，绝对有。某一个人的行为看得很不顺眼，那个就是强烈的那个怨愤的心。那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会让我们看得很怨愤，就是他不明理，不知道道理，才会做出那一些不合理的行为出来，可不可怜？那样的人可不可怜？很可怜，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已经都已经是肉解bỏ了一高正。然后我们对他厌愤是赶快梦想起他都给他停，对不对？肉解下死，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呀。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他之所以做的都不合理，让我们很讨厌，就是已经偏离真理，偏离道，很可怜。那我们要怜悯众生，就是要想办法去救他，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毕竟都是我们自己的性分之中的东西，不是外的，是我们性分之中，而且现象很快就变化，变化很快我们好心的会变坏，坏心的会变好，都不固定的看了我们的遭遇，看了我们的认识。看我们的追求，所以一定要追求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追求了以后把它推广让所有人都了解，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呈现作佛。这样了解吗？就是要我们佛老师要我们发那个善愿有善愿就有力道。有力道呢，就可以行得出来，就可以做。那我们整个每一个人那头顶都是锐气，不是那个黑气不是灾难，而是祥瑞之气，它就可以把那个灾难消除掉。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发出那个祥瑞之气灾难就没有。那每一个人发出的心都是自私黑气那灾难一定形成。
那些灾难降临啊，我们一定要接受果报，那个都不理想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都是一体呀，一体。那佛已经证悟到一体啊，所以成佛。那我们众生呢，都是分别心啊，所以成众生，了解吗？我们的分别心很强，很浓厚，强不强啊？分别心啊，强不强？你真好呀，我真善啊，有没有？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就是要体会这个真理。那我们体会真理以后啊，那强烈的分别心啊，就会慢慢淡，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到后来真的就是将心比心了，都没有了，分别心啊消失了。那消失以后就成就了，可以回归本位了，进入体了。所以我们呢，从永嘉大师玄觉禅师啊，他所讲的那个生死啊、世代、无常啊、兴趣，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生死的事啊最大，完全没有比这个事更大。生死，然后呢，无常就是我们要接受那个死亡的那个时间啊，很快，快不快啊？很快这个一段时间不见了，某某人不在了，一段时间又不见，某某人又不在了，时常可以听到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啦，观察是咧得死的不是咧得老的呀。有一些呢蛮年轻的就已经都过世了，所以我们要掌握在凡尘，我们有这个能力主宰自己的时候，要赶快把我们的放出去的心收回来，回光返照，看看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启发佛性本体呢，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真空妙有。所以先生真空妙有能够体会了吗？有没有？我们凡人都把佛性局限在身上，没有说把它呢整个跟虚空呢融成一体。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先认识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都不要有念头。那我们剩下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咱的本来面目，就是那个在成佛啦，那就是在爱这个，幸福就是这个，这个就该培养，该认识。我们认识了以后叫做结生胎它会呢，这个出生以后我们要如朴，如朴不是要3年嘛伊出世的时阵袂晓食，袂晓行，都要甲教对无？教伊食，教伊行，3年以后就会走对无？慢慢大汉就会做代志对无？所以那个功能作用都直直造出来。教伊安尼青年壮年的时候那个恒沙妙德它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德，所有的功能作用都是可以利益众生的，这样了解吗？我们都没有，我没有把它发挥让我们那个整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呈现。那我们一启发我们那个佛性在让它茁壮的那个过程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第六感灵敏度增加，那个就是还没到的事，或是会今天发生什么事会事先有征兆，就是有预感，那个就是要慢慢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呈现出来。那接着下来就会有那个五眼六通，
我们说到不要追求神通，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自然会有。只要我们本体能够守得住，但得本，莫愁梦。我们有没有记那个正道歌里面的那个内容？永嘉大师都讲，但得本啊，莫愁梦。得本就是得到佛性本体，莫就是神通。所以你但得本啊，莫愁梦，不要忧愁那个神通啊，它自然就会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启发，先认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灭。因为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可以修持。这样懂意思吗？有没有把这个唯求做佛不求一物放在心上？还是想说这个现实的生活还是挺重要？我们落入凡尘，各位浅显，我们都有那个福禄啊。只要落入凡尘是人，一定拢有福禄的。所以只要是人，拢有通食，有通食，有通穿，有通大。这是我们落入凡尘的最基本，那个生存的要素都会有，自然都有，每一个都有。那我们够了就好，可以生活了就好，不要再额外的去追求那个物质，不要。假如说我们去追求物质啊，就是路啊，已经呢，我们追求方向偏了，成垢已经染了成垢。我们越拥有啊，我们就越放不下。那放不下凡尘的追想，财产，我们佛性绝对不会圆满，不会圆满光明，因为被凡尘的形象挡住了。所以我们在凡尘就是物质可以够我们生活就好，因为一口气不来我们所追求的都是拱手让人没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带走。然后把人给我们呢，这个留的太多反而引起那个我们后代争那个财产。我们新闻之中不是时常看到吗？那想好呀，囝孙那种在收争的财产，收争为迄个法院去，有没有？那何苦来哉？留给主身就是要留给他德了，不要留给他财产。像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到现在已经第72代了他的祖孙的子孙72代我们还很尊敬那假如说你很有钱72代，那要会记一下不可能的啦。所以一定呢就是要留德那我们本身也是一样，行持都是有德，有道就有德啦。只要我们都是从佛性本体发挥，那个所发挥出来都是德。所以见性是公，平等也是德。从我们佛性平等发挥出来，全部都是功德。那我们凡尘的现象都是福报而已。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要追求，一定要从佛性之中，从佛性之中去追求，所以这个永嘉大师呢，对那个六祖跟他讲说，为何生大我慢？他知道反省，知道说自己已经那个看不到的骄傲都呈现了，因为他长得高大，戒律又守得好，所以不知不觉就骄傲。瞧人不起，从形象之中他已经有分别心了。所以六祖才讲，我们呢要修道就是不能看那个初学的人看不起，下人有上上智，
上人有没意志？有没有？就是讲哦，迄真修啊真好的吼，伊都有盲点啦。修啊真悬的吼，伊也都有盲点。迄吼，迄上吼，咱看迄个程度上低吼，迄拍拍尾有一部摊，知道意思吗？它有可取的地方啊。所以要这个修道啊，不能那个群里初学，开始学的时候啊，它都有根器。没在打看起，所以要平等心，每一个都是佛，只要有这个心，我们都尊重，我们尊重所有众生呢，叫做供养之佛。我们有没有在供养之佛啊？所有的众生呢，我们都尊重他，这个叫供养之佛。那假如说我们对众生产生埋怨，那个叫毁谤之佛。我们有没有毁谤之佛啊？不觉得啦，不觉得说我们对众生埋怨就是毁谤。可是这个是维摩诘说的说我们对众生埋怨，就是已经在毁谤之佛。众生就是佛了，那我们对他埋怨就是毁谤他，这样了解吗？所以就是尊重。纵然是我们最亲的亲人，是我们的晚辈，我们也尊重，这个叫供养之佛，这样会吗？培养我们那个德性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做，能够平等。虽然呢这个晚辈啊是我们这个生出来，可是生的是现象，佛性呢不能生啊，没有办法生佛性。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努力的方向，就讲出来说生死四大无常性出，然后六祖就点他说何不体取无生啊，了即无事。就是你进入本体，进入本体呀没有生，你在所顾忌的生死啊是现象。那你的本体啊，它本来没有生，因为没有生啊，就没有昧，所以体其无生，然后彻底了解啊，不就像了即无数，你了了就没有快慢了，这样懂意思吗？文字是文字啦，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所以我们进入本体了，就没有生死。然后呢，我们彻底了解就没有快慢。快慢是在现象之中才有快慢。那我们进入本体亿万年前、亿万年后都在我们当下。我们当下已经具备了亿万年前，具备了亿万年后，有没有快慢？没有快慢。所以就已经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也没有现在心，整个我们佛性都呈现，这样了解吗？又有一点深了所以或者就讲说十世古今不离当念十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是不是三世？三世各有三世过去世也有三世，现在世也有三世，未来世也有三世，是不是9世？高水，然后加我们现前一念是多10世，10世，古跟今不离开我们当下的这一念，所以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具备了万年。亿万年都在我们当下这一念，这一念就是真心，这一念就是没有变化，这样了解吗？咱就是要追求这个啦，所以永嘉大师才讲，不离当处常湛然，都不离开当下这个地方所在，当下的这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我们现前的一念这一念就是湛然，湛然常寂，就是咱的佛性原始状态。
所以底下台阶啊，不见一法即如来。会记得没？才讲过啊，我们才讲过1-2个礼拜而已啊，就是要了解到不见一法，所有的万法不是皆空吗？有没有听过？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啊，所以万法都是佛性，所以呢，万法都在我们性魂里面，都是佛性，所以佛学才说，看见的万法都是虚幻不实，我们已经透彻了解了，了即业障本来空，有没有？了了没有业障。在性温之中哪有业障？没有，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啊，还须还数障，有没有？未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不透彻真理，不透彻真理呀，我们就在对待之中生活。那对待之中生活啊，一定有瓜葛啊，跟人家这个有那个切欠。有欠人有人欠我，这样了解意思吗？就要还数债，有欠就要还，那个就是落入现象。你了以后现象都没，回到佛性本体，不生不灭，光明就是光明，没有业障。各位会不会想说，那业障为何去？各位先生，业障得去，我们聊了以后业障会得去。所以有很多我们平常都没有去去思索，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透彻了解以后，已经回到湛然就是佛性的原始状态。我们的佛性原始状态有造业吗？有没有？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有业障吗？没有，都没有。所以我们了解，一回到呢，我们湛然那个佛性的原始状态，没有业障，没有。他已经回到了就是已经到家。那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所有做这个不好的一切我们在这个佛性的原始状态之下，我们呢可以说已经呢圆明圆满的光明。为什么能够圆满光明？就是没有缺欠那我们所有的缺欠都已经把它呢已经全部从根源把它补齐。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这个一回到本来，是不是呢都有那一种慈悲喜舍要所有众生呢也得到解脱，有没有的心？成佛绝对不会说自己独自享受自己常乐我净就好，然后不度化众生，不会有的啦，一定是全部要度化众生，所以才有无眼大慈，同体大悲。无眼就是跟众生没有瓜葛，跟众生没有缺欠他把那个慈给予众生这个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叫慈没有原因的把快乐给你。那假如说有这个缺陷的那一些债主没有原因他都可以给人，那债主要不要给他？是不是绝对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都在圆明之中处理完成了，这样知道吗？不要在心里面我们用我们凡人的心来想，欠的这干拢免来，有没有那个心？一定会想，对不对？所以我们从那个慈悲喜舍，悲就是拔苦，就是把众生的苦把它
拿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佛啊，要拿掉众生的苦啊，是从根源。众生的苦啊，是从造业来。然后呢，告诉众生说不要造业，苦是不是消失了？那个才是根源啊。假如说那个众生造的业，然后佛菩萨来承受，众生是不是越造越多？那个苦那个果是不是越来越多？那佛他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从根源告诉你说你的苦啊是从造业来所以你只要业不造，你的苦就没有了，是不是拔苦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拔苦啊是从根源所以你业只要不造业就没有苦的果报所以已经拔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无条件的给你快乐，把你的苦拔掉，叫做慈悲，而且是很大的根源的，所以叫大慈大悲，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幸福之中就有慈悲，就有喜舍。那喜各位浅显就是对治我们的嫉妒。各位有没有嫉妒心呐？可能我们都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内心深处那个嫉妒心很强烈。我们有没有羡慕别人的时候？那个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嫉妒。所以只要你产生羡慕那个嫉妒已经不知不觉在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对这个嫉妒就是喜，慈悲喜舍的喜喜就是高兴，对不对？人家呢有好事，人家这个知道了很多学了很多，做得很美好，我们都很高兴，容不容易？还真不容易呢。所以就是要发挥我们心之中呢就有慈悲喜舍那个喜所以这个仙佛来这个戒窍开沙他讲随喜功德是无边，有没有？就是要随喜，众生得到好处了，我们要高兴，不要嫉妒随喜。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舍舍就是布施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连那个佛的果位他也都布施他不会说我是佛，没有他把那个佛也送给人也布施。可是他成就了，我们不会说他布施了我们就不称呼他佛，还是一样称呼他佛。所以那个舍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什么都舍把物质布施给众生让众生过好的日子把那个心意好的心意也布施给众生，给众生快乐的生活整个都布施舍，慈悲喜舍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就是拔苦，喜就是随喜舍就是什么都可以舍掉，舍到真的是圆满的光明，这样了解吗？我们都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那个六祖就跟玄觉讲说彼其无生了其无数会了了没有了了没有了解了没有要了解了我们了解了以后就会慢慢去做所以这个熏习真理是很重要所以这个玄觉说安尼我知影我要来转所以真卡亲行吃饱就行。他已经得到那个答案，他得的答案了。就是讲我遐紧犯太岁讲遐紧，都伫个真理的世界底哪有紧慢？
哦，所以那个讲出来都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去体会哦，那个讲的就是真理跟现象，现象之中有快慢，真理之中没有，所以或许看那个华严经那个释迦牟尼佛从示现再完成这个出世当太子，然后呢开始这个结婚了生了孩子，然后出去修道，然后呢成佛，然后讲经说法49年80岁入灭，然后呢华严经他就讲说从示现入胎一直到涅槃，不移毫念就是不动都不移动，毫分毫足小啦，一点点都无叮当我们可以想象吗？未出世到80岁入灭，明明都比凡世间遮久80年伊讲不移毫念，我真想要想足久讲这哪会安呢？所以那个就是真理世界叫做不动，如如不动，不动世界。然后我们看的现象虽然有动有动，可是都虚幻不实在，才会讲说清明眼看到都是清明空可是我们众生叫异眼，都是眼睛生病所以看到空中有花。各位有看到空中的花吗？那个佛的意思说，我们把万象都看成是实在的，叫做空中的花。有看到万象吗？有看到空中的花吗？还连不起来我们看到万象，万象都是假的，都是空中的花。所以佛菩萨看万象都是空，都是假的，所以他看到清明空。那我们看到都是万象，这样懂意思了吗？以为假如说各位前看到经文说看到空中的花迄我无看啦，迄空中的花我无看，我看的拢都实相。各位前实相就是咱佛性本体它不会变化，那个才叫实相。那我们完成的相都是假相，因为它会变化。最坚固的房子100年，更加久的是1000年它也一样变化。只要落入现象都会变化，它会变化，会生灭我们不要去追求，我们就是要追求不生不灭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掌握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永嘉大师呢跟那个六祖的那一种对谈。这个体即无生呢了本无事六祖说如是如是一经你这个体会是正确的然后呢这个方觉方具这个威仪礼拜这完了真现实得到了安尼的答案出来才要个拜。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的是要你有修到那个程度才会知道那个可贵须臾告诉一点时间你就会回去六祖说缓太束缚你才记得会回去然后他体会那个佛性本来就不动，所以说本自非动其有数也，无迄个紧慢都拢无叮当如如不动。所以或许之前不是讲我们那个佛性如如不动吗？还记得不记得？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我们那个有玩过那个照相机我们知道说按快门的时候不能放动镜头，只要放动那个影像照出来都迷糊不清，对不对？所以我们各位贤贤，我们的那个佛性我们用这个原理来去了解。假如说我们的佛性它是动，
那就跟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是一样，我们看的景象都模糊不清啦。因为佛性如如不动，身体在动没关系啦。我们身体在动，看到的景象，都很清晰，对不对？就是因为佛性本体不动，身体在动，还有了解不？这个很重要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是如如不动。因为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形象你头转得快，形象一样很清很清楚的、很清晰的都呈现，了解了吗？所以贤觉就讲本自非动，本来它就没有动，如如不动哪有快有慢？六祖就讲随知非动。什么人知影讲咱的佛性无咧颠倒？什么人知影？什么人知影？咱家己啦，咱家己的迄个了了分明的佛性啦，咱家己了了分明的佛性，知影讲如如不动，然后呢，这个贤觉就讲说仁者自身分别。就是讲六祖你家己产生分别心啦，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两个呢，在抬杠，六祖就讲汝圣德无生之意，讲你这个无生无灭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已经知影甲真清嘛，真了解，然后贤者就讲无生岂有意也。讲迄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内底一闹意，然后呢，六祖就讲无意谁当分别？假如说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它没有那一种功能，那为什么会有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那一种了了分明？分别就是了了分明。各位贤贤，这样我们佛性里面有没有义？有没有义？我们都不敢承担。有，可是这个跟我们凡尘在用的义不一样。这个它是原始状态的，本来的、本具备的功能，这样了解吗？不能用凡尘的我们那眼耳鼻舌身意的意来说，眼耳鼻舌身意的意是我们有身体以后才有。那这边的意它是佛性的原始状态里面具备。了解无了解嘛无要紧由哪来？规备得了解然后呢，这个贤者又讲。分别一回忆，他说呢，这个了了分明的分别，他不能用意来说了，他已经超越那个意，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进入不可思议的那个内容。那不可思议，各位可以体会吗？或许不是有讲过我们现在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不要找亦有亦空，不要找非有非空。请问是有还是有？就是不可思议啦！这样的状态，那一种了了分明，可是又不能讲好像不对，可是很了了分明，就是这个状态。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六祖就讲善哉少有一树。点点大一暗再转去，那么十位一数觉，就说这样呢一暗就已经了解，就彻底领悟之理所以呢一数觉，那么接着底下呢就是这个禅者禅者呢自法，那么初参无主自谓以得正受。这个自法去拜呢无举，他就认为自己已经得到正受，
各位浅显，自受就是讲咱已经接受咱家己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已经接受，可以接受咱家己本心的佛性。那凡尘所有的一切假象都不受，这样了解吗？正受啊，正受的是讲咱家己接受家己呀，不生不灭佛性啊。那所有万象跟万事啊，我都不接受，因为那个是假的，那个不是正受。正受的是我家己本心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我接受，这个叫做一心正受。各位浅显，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是接受什么？接受凡尘的假象，对不？啊，甲迄所有的万事啊，迄嘛拢假，啊，咱拢接受假，对不？啊，伫假来拢甲当作真的，对不？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叫做不是正受了。啊，正受就是干那接受咱家己的本心不生不灭佛性，才叫做正受。了解不？所以我们只要说了解真理啊，我们对凡尘的这一些景象、这一些事情，它到来的时候啊，不会进入我们内心。为什么？因为这一些都是假的。假的啊，我们不会让它进入内心啊，安尼知影无？迄种假嘛它袂进入去咱的迄个内心深处，不会，因为假的，假的我事来则应啊，失去则见。我又呢，接受我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叫心正受。安尼了解无？会晓袂？不好做为什么？因为万象万事啊，咱拢甲伊当作真的拢会去接受这些假象，没有正受我们的佛性啊，所以那个智广他以为啊，他已经得到正受，就是一心正受，拢伊行入真理的世界，然后呢，这个安居啊常住，是伫迄伊家己的迄个厝啊内底伫遐大，然后呢转坐下，转呢这个常住，那么积呢20年，安尼坐20年啊，咱若坐咧20天，还是20点钟都伤过久啊，对不伊坐20年啊，所以可见那个古时候的那个修持，那个心都很强烈，一直要修。已经20年，然后呢，这个六祖的弟子啊，那个玄策，这个游方呢自何受？所以这个玄策原来拢是下界去找人，这个呢访道，那个玄觉永嘉大师嘛是玄策去找伊啦，这个智王嘛是玄策来找伊啦，下界看是咧修道，伊就去改拜这个贤策啊，这样呢，真的就是啊，在成全人行专啦，去引渡他，改引进行入来迄个真理的内底，那么文皇之民听到呢那个智皇这个赵安呢问语，伊就来伊咧坐这个所在改问。说汝在此啊做什么？你伫家伫咧创啥？那个智皇呢，他就说伫咧入定。各位先生，入定怎样？这个我们就是打坐了以后啊，然后进入那一种都不参与完成事啊，那一种状态，以供我说入定。那我们有的啊，在完成也是有着一些功夫啦，像那个龟基塞啊，龟基塞是什么名啊？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他也是啊，他那个入定啊，可以伊的入定可以讲迄个罕极啊，伊迄个生活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伊咧罕极即马
放咧甲埋伫咧土内底，互啲番薯生长。伊即马厝顶时阵哦，迄番薯摕起来食，无食到完啦，吼，甲食到头一半，剩1/3，搁大咧，搁咧大土内底吼，番薯会搁生长对无？伊搁入顶。即马搁厝顶的时阵哦，搁乌迄个番薯出来食，迄个番薯搁生真大块，搁食的吼，搁甲放咧土，搁大咧，搁互伊生长，可不可思议？所以它那个入定哦，就是真正的哦，已经进入到一种哦，不用那个生理的变化，嘛无大小便，哦，它嘛无呼吸，是不是不可思议？真的是那个修持啊，拢苦修啊，真的是很努力啊，在修，他有那一种恒心毅力。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学的。然后呢，这个玄策就问他说：“如云啊，你在说这个入定，为有心入也，无心入也。你要入定是有心入去，还是无心入去？”各位浅浅，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是有心呢，还是没心？我们做事的时候啊，是真的都有心吗？是真的都有心吗？没有无心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啊，很多都是无心，无心啊，无心状态，无心状态我们做了很多事，有没有？没有心呐，可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有没有发现？咱有当时无心的时阵做足多代志。往后的生活里面，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说，我今嘛是有心在做，还是无心在做？可以这个。反观一下，到底我现在做是有心还是没心？很多的状态都是无心没有意识心，它自然的做，那个无心有，各位没有发现而已，那个是佛性本体发挥。若无心入者啊，假如说无心入。一切的无情草木啊、瓦石、硬核得定。假如说我们没有心，没有心就是佛性的本体状态了。所以我们了解一切呢无情，那一些没有情势，那一些没有情势的草木瓦石啊，硬核得定。迄树啊啦迄茶，迄个瓦片、石头，因拢安尼大定，因拢伫咧定的内底啦，有没有？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大定？他们都是大定。那么若有心入者啊，假如说你是有心进入定，那么一切的有情，有情事的众生呢，含事。包含那个情事之流，一切的有情含事之流，意应得定，所有呢都能够得到这个定。所以不管是有心，不管是无心那个呢都是现象，现象中。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呢在生活里面时常呢都会落入这个两边，有心无心，有心无心。可是我们呢要了解到，我们所谓的心都是用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叫识心，认识的心那认识的心都虚幻不实在我们不要去认定它是我们的心，知道吗？我们时常会听到我是真心的，有没有？
可是这个真心哦，是建筑在四心上面。当时他是真心啊，因为他没有发现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不知道真心是什么东西。那么他的真心啊，是从自心生发，像男女之中恋爱啊，好像各位都有经过嘛，有没有？年岁都蛮大的都有经过那个适婚年龄啊，那个时候爱到对方的时候啊，是不是有时候有人爱他的心，有没有？真的是真正的真的是为他生啊，为他死都愿意，那个是假吗？是不是真？就是真心。可是那个真心会不会变化？绝对会变化以后环境变化了，然后心就跟着变化，所以那个叫四心啊，生灭心，生灭心的真心啊，我们确实都用在凡尘也都用啊。那我们现在修道就是要知道说四心啊都是生灭我们呢在凡尘啊要认识四心啊是生灭，然后呢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即心即佛，这个心啊就是佛所以一定呢就是要认识。然后智房呢他回答说，我正入定的时候啊，不见呢有无之心啊。我伫咧入定的时阵无看到有，也无看到无，这个叫做无意识状态。那个六祖不是讲上人有没意志吗？这个就是没意志啊，那个无意志状态。然后玄策他就说不见有无之心，讲你无看到有也无看到无即是常定，就是讲常住的定啦。迄个拢永远是安尼啊，唔免你个用功夫去做，本来就有啊。那个常定何有出入？免讲有迄个出定，有迄个入定，无。这个就是讲真理啊。真理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它已经整个都是啊，全部都是。若有出入啊，即非大定。你哪有迄个出来，有迄个入去，安尼都不是大定啦，就跟真理不相应，不合。然后呢，这个智房以下无法度应对啊，各位唔知要讲啥些不一样。经过真久啊，就问呢玄策，说事实是谁也？讲你的老师是什么人？你承系哪一位这个祖师的？玄策呢就讲说，我是呢曹溪六祖，我的老师啊，就是泽 K 六祖六祖。然后智房就讲说，六祖啊以何为禅定？六祖跟你讲是什么有这禅定？那么玄策他就讲说，我师所说就是六祖所讲的妙赞言集，体用呢如如。各位先生，这8个字一定要很熟悉呀。那个妙赞，妙就是佛性本体的，湛然呢就是言辞状态，妙赞缘起圆满的如如不动，那个起如如不动，妙赞缘起，我们佛性的本体状态，很奥妙。不可思议妙赞然，都是原始状态，圆满，然后呢极昧，就是没有生灭啦，所以呢极。那么体跟用如如，它的体本体跟它发挥的作用，都是真如，如如如如不动，真如，就是一真一切真，全部都是真。这一种状态，就是在真理世界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很奥妙，妙，然后赞，就是很深沉，然后原始状态，然后呢，圆满，光明，然后呢，极昧，如如不动，
这个妙赞缘起，体用啊如如，它的体跟它的用，虽然呈现的用啊，无量无边，一本善以万殊啊，可是它还是如如不动。虽然说我们看的有万象，可是呢，它回到色用归体以后啊，又如如不动。可是我们就会这个错误的认为啊，它的用，把那个用啊当成本体，所以啊变化万端。这样了解吗？是有一点深啊不过各位亲人不用怕，这个经过一段时间啊，我们活老师会讲，不懂只要你再听一定懂啦，别都会懂。我们经过半年了，对不对？不是已经可以稍微懂了吗？跟刚开始听是差别很大，有没有？我们这边很棒呢，才半年就可以可以听得知道意思。我们北部虽然说这个知识分子比较多，可是这个半年能够懂的好像没有嘞，最快都1年嘞。这个上个礼拜遇到一个2年1个月才懂，才说我现在听懂了，就懂。了了分明，知觉性，这一句话懂了。从这句话一懂了，一窍通，窍通。所以我们这边很棒，半年而已啊，中间还休1个月。时间很短啊，又可以听知道那个意思，也很理想的。只要我们深入，从性文里面深入啊，绝对会法喜充满。或者都讲等到你懂了以后，那个冬天晚上盖着棉被睡觉头就哟，笑啊起来，真好，真的就是这样那个法喜充满，整个啊都进入晨阳的世界，很理想，已经呢跟凡人这个处在苦海啊都不一样的。从内心的产生的高兴，这个就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所以这边这个贤策就跟智王说，说呢妙赞缘起啊，体用如如，真的是回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然后呢五阴啊本空，这个五阴就是五蕴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咱的身躯就是色啦，受想行识就是咱的精神啦。我们每个人都有五阴，五阴本来都是空的啦。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对自己的身体这个五阴知道它空不空？很难的我都实实在在会叮当，会吃饭，搁会行路空不空？所以从真理来讲，这个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啦。你咱身躯这水火风土，水火风土伊是那个无知之物，它没有知觉啦。咱即马把这个无知的水火风土改变成有知觉，迄个变成有知觉咱即马就变做讲一半是佛性一半是现象，就是水火风土一半一半。看咱的注意力是注意的佛性，还是注意的水火风土？各位浅显，我们注意哪边？正确，我们都注意水火风土，要不要轮回？真的要啊！为什么？咱都没注意佛性注意水火风土它虚幻不实的、假的我们把假的当真真的佛性什么时候我们去照顾它？有没有？有在照顾咱的佛性吗？无看呀惯你，对不对？
哦，佛性都无看啊，拢不爱管你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已经颠倒、本末倒置了。应该注意的佛性我们都忽略；不应该注意的所有风土啊，我们非常在意。甲顾到有够功夫啦，有没有？互伊食，互伊穿，搁较穿较好，去买化妆品来装，有没有？我们非常注重所有风土，所以看到服装橱窗内底衫遮水无买使困袂去，有为了自己的佛性困袂去无？从来没有啊！那么是为了现象的困袂所以我们注重现象，假的，真的都不注重了，所以佛才讲我们颠倒。那现在我们知道说，身体是假的，所有风土，我们要借假修真，真的就是佛性。要使佛性时时刻刻都光明，时时刻刻呢都觉，都在觉之中没有不觉的时候，因为不觉就是无明，我们时时刻刻都无明都不觉。现在研究了，就是要觉，时时刻刻都觉。然后等到我们下面加一个字，者，觉者，觉者是什么？就是佛啦。那一样的，咱都时时刻刻保持觉啊，那个者是不是要就加了对不对？觉者，成佛了没？成了觉者就成了。我们不觉就无明，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我们自己找的啊。所以我们要转移注意力，把那个现象看淡，把佛性没有形象的佛性是不是了了分明？那良心拢对的嘛，对不？良心就是佛性本体大家拢有啊，可是我们都不愿意用，愿不愿意用？一定要把它启发出来用。这个良知良能良心嘛，袂使讲的一斤偌济啦。我们很多人都我会讲的话家讲一斤偌济，你良心一斤偌济？各位先生，我们良心一斤多少钱？无价之宝。那个无价的一定我们要了解，就是良心在成佛啊，成佛就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培养让我们的那个良心、良知、良能全部发挥它的功能作用，恢复它的光明我们就是一定的要自己努力要留15分给各位问已经剩12分而已各位有问题吗？剩下12分把握。不能想歹势我们越问进步越快，就是要问像那个台北前行，他问讲咱生脑袋瓜哪拢叫伊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样是不是浪费？你看这个问题很好我说不浪费我们用到正确的方向。我们因为脑袋瓜都胡思乱想，所以我们这个时时刻刻都不警醒没有理智，然后我们胡思乱想的太厉害各位先生就可以试验，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胡思乱想，看看明天早上起床有什么状态，一定整个头都快要裂开，很痛。那你隔了一天以后你就训练，一念都不想，一个念头都不要全部的力道都放到床铺了，全部都不想，明天早上起床看看很舒服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正确的用就是让我们很舒服
哦，非常的愉悦呀。啊，你用的不对了，哦，他都就疼，整天呐、都没有精神，那个是用错了。哎，啊，你用正确的，一躺上床铺啊，哎，一念都不想，哦，万念都放下，放到床铺哦底下了，然后明天起来，哦，够清爽的，哎，这个叫好用。好，请说。连长，我请问一下哈，修行者哈有接受者是的认可，那他们是回到里边还是七天？是回到里边还是回到七天？是吗？哦，各位同学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个认可就是我们那个求道的受持，那个我们求道哦，那个哦，等下是哦。把我们那个习惯打开，那个是郭老师一代的祖师才有那个沉淀，哦，把我们的那个习惯打开，那个叫做认可，那个受记就认可，就是说你可以成佛，那个可以成，那我们要不要成就，就要自己努力。以往是已经修到功口圆满才受记。现在是先受记，然后看到要做。你不做的话，那个叫种子不灭，就是我们佛系，它会保持就是圆满不分散，但就会变成蚂蚁，变成那个蚊虫。要急力就要很久，那个分散。我们一求道纵然没有修成，那个理还完整。完整等到下一个年会开天辟地理会降的时候，我们还来转世。那个转世是被业推来，不然。像我们那个王母性的世界，不是有3坡吗？就是说我们这个在那个洗澡的时候，然后我们把我们先一些的手回去，那个是讲好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修成一定要完成来了我们的那一层业障。前副老师讲，先不要让大家听。回家这边有些学问说，以入世之心行出世之法，是这样。以入世之心行出世之法，以入世之精神行出世之道。非常是好。好。日出这个知识后来要有日出之心来行出世之法。入世之心行出世之法，这个呢就要看我们有这个本钱没有。心虽然是很善很好，可是你对出世法有没有了解？可不可以引导众生脱离苦海？我们发心很重要。那个心要就是大，发心要大，度化众生脱离苦海。这个入世之心。可是你出世之法，你要显指，可不可以让众生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正确的修法，可以让他脱离苦海成就？那个我们就是要努力，不能是光有那一个战略，然后没有实际的那个内容。这样的话，虽然心智很好，可是不会有成就。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引导众生我们度化众生就是要他成佛。那我们本身有没有办法成佛？有没有这个自信？可不可以引导众生也成？这个就很重要。这样了解吗？好，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
生好比较生好，我请他请问一下，就是说，在1年半上之后啊，那学院遭遇就是说，为什么会变成就是满身大汗，可是后面是会是就是那个场所是很正常，甚至还有电风扇。他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就吓到就赶快做。很紧张。所以我们在做工的场所，就是要自己先这个妥善加以处理。假如说我们觉得在这个我们做功夫的场所，那我们心里有一点挂碍，那个也不行，因为那个都是点就是万年的点要放下放不下。那我们假如说有对这个无形的东西会产生一点顾忌，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不是有那个檀香我们点一点檀香，把那一些无形的赶走，这样我们做起来就会很顺。一方面我们有檀香，情绪就稳定；一方面无形的闻到檀香，它一定走开。所以那种现象之下，你就很放心的去做。会满身大汗，这个就是太紧张，就是你没有放下，有期待，内心有很强烈的期待，那你就没有放下。所以放下是很轻松的，那个睡着是正常，会流汗也不正常。那你放下就睡着，那都表示了，他真的掌握到关系放下，睡着。他不能再做一面手型，那个要分开做。再会了吗？放松，还有吗？还有3分。3分钟很快就过了。不然最后或许长一段开头功也可以，好不好？这个开头功是我们国老师在过去那时候，在北部市里建老师一样开设国台老师来开头功，他的歌词有2段，或许唱后面1段。他说天地宽，宇宙广，红尘滚滚解释很清，驾持舟立风霜，尽心竭力度年难，忙。这个观念都没有在唱一首歌，那这个或许很欣赏，老师那一种那个苦口婆心的那一种要不管都是心，不管在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老师都是也非常大，或许很喜欢唱，虽然年岁有点大，可是还是很喜欢唱。或许唱歌天地广，宇宙红尘滚滚尽凄凉，驾持舟立风霜，尽心竭力度严绕，忙。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
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谦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有把那个上次的DVD 啊，以及从第1到第5、第6呢，到第17、18呢到25MP3，以及呢所有的 CD 啊，我们都有送过来的就在我们那两边，所以各位可以这个有时间的话呢，就看 DVD， 比较专注啊，收获比较大。那可以拿有 MP3 机器的可以拿那个 MP3， 那个一片呢就很多，可以听呢将近24个小时。那没有的话，只有 CD 的机器啊，就拿 CD， 全部都有，从1到第25，全部都有。要呢，这个心理心法要多听呢，才会熟悉啊。我们兴奋之中呢，才会有，兴奋之中呢有这个佛音的，那我们呢成佛就不用怀疑，一定呢会成佛。所以这个研究心理心法，这个学习啊非常的重要。心还没定下来定了没？因为我们周遭这个动作很多所以都被他们吸引了麦克风的声音，这个控制室里面呢，要把那个声音再放大一点。这样听得清楚吗？可以的我们呢这个接着呢讲那个六祖坛经。我们讲到呢那个治黄治黄这一段，对不对？各位有印象吗？一个礼拜了这个很快就会忘了所以我们讲到呢那个智黄呢问贤策说这个六祖以何为禅定，对不对？讲到这边所以我们这个禅定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完成这个修禅，各位都有印象吗？有没有？还没有。平常我们有没有学习这个禅定？有没有？可能呢有的浅显有学这个禅定，那有的呢大概都是朦胧的印象不知道怎么样来修禅定。对禅定的那个知识都没有很熟悉，那或许呢在这边跟各位这个提示一下，我们呢一般所说的禅定那个是要我们心住一境，就是心要专注在一个境，就是不要神散，我们的精神不要分散。我们众生最大的毛病所在就是精神分散，因为精神分散我们的定力都没有，所以遇到事情很容易慌张。那假如说我们有学这个定的话就会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分辨轻重缓急，然后知道你该怎么处理会很理想就不会酿成大祸所以这个禅定对我们来说呢是蛮重要所以一般我们的认识对禅定的认识不是很深入。
那我们中国在西元大概500年到1000年那个时间呢，那个禅宗非常的兴盛。禅宗的禅定跟那个印度的那个修禅定又不太一样，内容不一样。因为在印度修的禅定是要我们在完成那一些心思就是能够集中。然后禅宗的禅定它虽然外表也是一样是心住于境，但是它的那个内容是已经进入涅槃妙心。各位先生，涅槃妙心听懂吗？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那个禅宗的禅虽然它也是一样是思维建立，可是呢它的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直接可以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在北部呢，或许都跟北部的前贤讲，说我们在生活之中要着力摆脱，就是用全部的力量来摆脱客观环境对我们精神世界的支配，听懂吗？客观环境就是我们遇到的我们周遭的环境。周遭的环境它会不知不觉来支配我们精神世界，我们都被它支配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着力摆脱，不要被环境支配，然后呢要超越我们那个生理机能对情感欲望的追求。我们的生理身体的生理机能，我们都会追求我们的情感欲望我们要超越，然后呢训练我们自己不受客观环境跟主观意识左右。这样听懂意思吗？听懂意思吗？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做要做马上都会改变。我们人生马上会改变，命运会改变，周遭环境会改变，深刻都改变。我们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出来这个当家做主所以我们能够训练出那一种不受客观环境不受主观意识左右的那个心理状态。我们要面对凡俗，又不被凡俗束缚；我们要面对万象，又不住相。然后性体清净，能够这样的话头头是道。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体会呈现灵觉。智就是修禅，就是直接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先听懂吗？很重要或许再一次把它阐释，说着力摆脱客观环境对我们精神世界的支配。我们的环境，周遭的环境对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一种支配，我们不要受客观环境支配。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自己要有那个佛性出来当家然后要超越我们的生理机能对情感欲望的追求训练出一种不受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左右的心理状态要面对凡俗，又不被凡俗束缚；要面对万象，又不住相，性体清净。能够这样的话头头是道。在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
都能够体会呈现灵觉。智呢就是修禅，这样听懂了吗？比较有印象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修到最高的那个自觉、智慧的觉悟就是佛。我们修到最高，然后呢显现在身体就是律，戒律的律，宣讲于口叫做法，作用于心叫做禅。作用呢虽然有3个但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源就是一致的从一个来源出来那个律离不开法，然后法就是禅，这样听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就是我们在讲的佛法僧呢是一体，就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可以呈现了。这样对禅有没有一点认识了？因为我们呢一般呢在讲禅定那个都是我们在身体方面呢专注心住一境，就是我们心神集中那个呢都还没有到达，或者刚才讲的直接进入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叫做涅槃妙心，不生不灭的真心这样懂吗？有一点生疏他唔捌听到啦，这都爱听好些所以或者鼓励呢，我们拿那个 CD 片回去听有时间的话看 DVD然后呢有 MP3 机器的话我们就听 MP3，一定呢要时时刻刻反复的复习。我们信问之中呢还有佛音，佛音已经中了，佛的果位就呈现，因果同时。各位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没有？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成佛才可能。假如说没有的话，那不可能成佛了。因为呢不生不灭的真心才可以成就不生不灭的佛的果位所以一定呢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后学都一直鼓励不很困难，只要我们都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我们体会万念放下一念的不生的时候那一个状态，那个状态我们要了解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再怎么放都放不下，它都在那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一定呢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赶快把它这个体会启发，然后我们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以后启发了以后要培养要能如普听得懂吗？我们还生出来伊拢袂晓半项咱起码了解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一样，他也不会，什么也不会，可是我们要经过那个慢慢让他茁壮长大然后呢做耳根圆通，把佛性能够整个延伸到虚空，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以我们没有启发佛性之前的虚空是顽空，我们启发佛性以后的虚空是真空。真空跟顽空，各位可以分别吗？顽空就是空中什么都没有，那个叫顽空。真空就是空中里面也有佛性在，所以叫真空。这样懂意思吗？我们佛性确实存在，可是没有形象叫做妙有，有没有形象。所以呢我们佛性在空间叫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啊，就是我性本体。我们启发了以后，让它延伸到整个空间。所以这个时候啊，只要我们一静下来，我们整个线啊，都跟整个空间啊，融为一体。性啊与天通，跟天呢都相通的。那我们现在都没有没有把佛性的启发，所以我们呢这个性跟天不通。各位先生通了没有啊？通了这么理想啊？都性与天通了，很好我们要时时刻刻啊，都保持性与天通，就是我们的良心都在，我们都了解到，每个人啊都有良心。那有时候我们遇到社会的现象，我们会把我们的良心把它埋没。各位有没有埋没过自己的良心？不敢说了有时候为了利益嘛就把那个良心都埋没了所以我们呢修道就是要启发它因为我们良心与天通，跟天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修道就是修我们的良心在呢儒家来讲叫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启发出来应用然后我们呢要先摸到本体，因为成佛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在成佛的。那只要我们摸到我们成佛就自己有信心，可以从内心生发自信自己可以成佛，时间早晚而已。那假如说没有摸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成佛只是希望成佛，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成。我们有摸到以后知道佛就在身上，就是我们那个很灵觉那个就是佛，就在身上，时时刻刻我们都跟佛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做佛。可是我们现在各位先生，我们的内心是做佛呢，还是做众生？已经做佛了很棒对，就是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就是佛，依佛自诩，自己取许自己已经就是佛所以这边智法这一段他用20年的时间在训练他的定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心跟剑已经合在一起。可是我了解这一种在形象用功夫破坏很快，要做成效很慢，成效很慢，破坏很快要一直定定非常久的时间呢才能够心跟剑合在一起。可是只要外境对我们有伤害马上那个定力都不见了，对不对所以那一种修持方法叫这个难成易坏，很难做成，很容易破坏。那我们呢从佛性本体生发的禅定竟然是如如不动，那个才叫真的禅定或者都讲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它充在整个宇宙虚空，而且如如不动，动的是我们身体佛性没有动，那我们都没有体会所以我们研究性理心法就是要体会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或许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让我们了解。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就知道，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镜头不能晃动。各位有玩过相机吗？有。我们都知道
要按快门啊，是不是不能不能手不能动？假如说我们手一动了以后啊，那个洗出来的相片啊，一定是模糊不清，这样的意思吗？我们一按下去那个时候，你把它放动，保证那个相片洗出来那你看无，拢规糊，就是这个有晃动，所以那个按快门啊，七恰，都不要动，洗出来相片才很清晰呀。那我们从这个原理来了解，我们的佛性也是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用眼睛啊，眼睛就快门，七恰，再看所有形象，是不是都很清晰？有没有很清晰？就表示我们那个佛性啊，如如不动然后呢，我们身体在动，这样了解吗？所以从这个我们就了解原来我们佛性是如如不动，动的是身体，所以我们进入啊，我们佛性的不动，是不是已经大定了？有没有大定？这个我们儒家所讲的那个富贵啊不淫，贫贱呢不移，威武啊不屈，然后呢泰山分离前，刀具加以后，不动声色，是不是很定力很够，对不对？那个呢就是从佛性的本体啊，已经认识，然后发挥出来，所以不会被外相外界影响。富贵了有钱了不淫，就是守住啊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然后呢贫贱啊不移，没有钱了很困苦志气啊一样都顶天立地，不会移动。然后呢威武啊屈，受到呢外面的恐吓啊不怕。为什么？因为佛性啊没有形象，不会毁坏，所以不怕。泰山离前，刀具加以后，不动声色。为什么可以不动？因为身体是假的，身体纵然没有了，佛性都在。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它可以做到那么大的定，这个都呈现了，在凡尘。那只要我们对佛性的认识啊越透彻，我们的定力啊就越够。那假如说我们对现象很注重，各位学姐很注重现象会怎么样？很贪生怕死，对不对？那身体各位学姐，我们再怎么样贪生怕死啊，它还是会死啦。有没有说贪生怕死就不死了？一定死啦。所以这个老千跟或姐说，这个你早死也是死啦，晚死也是死啦。要或许把那个天眼佛院看好就好了，我竟然跑到这里来。所以在凡尘我们这个身体呀是生老病死有出生就一定会有死了，所以我们在凡尘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价值的生活方式借假修真。身体是假的是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它。假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可以当家做主，那我们在最漂亮、最年轻、最有活力那个时候，赶快命令我们身体不要变，我要这样就好，可不可能？一天一年一直过，它都比你老来就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不要在身体方面太着重。我们身体太着重了佛性就会看清。那佛性看清了我们就六道轮回不会停止。我们只要进入佛性身体的生灭就已经是小事了。我们已经佛性都启发了已经跟虚空融成一体，而且进入如如不动。
这时候啊，身体死了，就还给天地所有风土，就没关系呀。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我们的佛性还是在我们身上，那业力呀会把我们推，我们在凡尘做得好，会推到天道，去出生；我们做得不好，推到三恶道啊去出生，去受苦，然后呢，天道的福享完了，三恶道的苦也受尽了，我们又呢到凡尘来现象，出生在凡尘，就这样一直在轮回。那我们已经有求道了，上天大普度，我们郭老师把我们玄关都点开了，我们呢可以啊，我们的线啊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所以身体的生死啊跟我们佛性就不关紧要，了解吗？我们没有启发的话就很关紧要，一口气不来啊，业力会把我们推。那我们有修，有把佛性修正，让佛性呢能够跟虚空融成一体。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呢这个整个线啊，都跟虚空已经一体了，就跟我们身体啊没有关系。这样了解吗？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修很重要，一定呢要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认识了因果同始，认识了不生不灭的真心，佛的果位啊就已经成就。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很重要我们呢从我们自己呀，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产生了信心，我们以后的生活，就在天堂一样，都不一样的，跟凡尘不一样。凡尘所有的形象，凡尘所有的事情，都虚幻不实在，因缘际会才呈现，因缘消失就没有了，所以都是假的。真的啊，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各位有没有认真啊？我们生活之中是认真还是认假？我们在生活之中都认形象，所以都认假，不认真。那我们从小开始啊，这个老师啊，这个家长啊，都一直教导小孩子，你要认真要认真各位有没有很认真啊？到现在为止啊，有没有很认真啊？只要是在事情，只要是在形象，都是假，都不真。只有认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才是真。所以我们要认真，往后也都要认真。真的不会变，假的一直在变，所以我们要认真。认真真的认识了没有啊？或许都讲我们南部的浅显真的是悟性很高啊。在北部要都1年2年才听得懂，我们这边竟然不用半年就可以了，悟性都很高，都可以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这个现象呢很理想，我们就是要自己全心全意来追求，就跟六祖一样的，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各位求不求一物啊？所以要了解，我们呢在凡尘这个生活有饭吃，有衣穿，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就可以了。那在追求多那
个财产、金钱，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我们一口气不来啊，我们带不走啊1毛钱，1毛钱都带不走了。所以留给祖孙财产啊，那个都让祖孙不争气啊，都会为了财产在争。所以要留给祖孙那个德积德啦，德才是重要。像孔老夫子啊，他已经到现在72代，他的祖孙还受人尊敬，那个就是德。那你留财产没有用啊，子孙啊，你安尼哭回去，你还都咧烧钱啊，钱到去拍官司啊，有没有？佫足济，唔是讲少少啊。所以子孙啊爱留德互伊，唔免留财产。子孙呢要让他自立自强，追求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不用拿留钱给他，留给他了以后啊，他反而这个萎靡不振，生活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方向一定要确定，就是追求让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能够光明恢复本来。我们老师不是讲我们佛师说啊，我们李天顾家乡啊，我们的那个家都已经结了很多蜘蛛网，都没有回去清扫啊。想不想回去清扫啊？要不要回去啊？这个想跟做还有一段距离一定要做要实际的做，让我们的佛性恢复光明。恢复光明呢，我们就已经把那个顾家乡的那个家园清理得很干净一定要自己努力啊。各位浅显，自己的佛性光不光明啊？不敢说了因为还有很多黑暗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只要我们有负面的念头那个都是黑暗要把这一些全部都去掉。所以成佛是很困难慧学都一直讲，我们佛性本体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念头，所以只要我们把所有念头都放下，我们就成佛了。这样容不容易？把念头放下，容不容易？是很困难吗？这个不是要我们去搬那个千斤重的那个东西看在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念头都是我们生发。那我们要了解到，能够生发念头就是佛性本体，不是佛性本体不会生发念头。所以这样有没有认识佛性本体的？咱伫咧生念头出来，就是咱的佛性本体。你有法度改修改，认识它了没？很容易认识，对不对？都咧生念头出来，那个啦，那个就是啦。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可是我们很少回光返照，我们都是生发念头以后进入念头的内容。拢入去内底，所以才烦恼烦恼谁生的？我们佛性生的，对不对？我们佛性生烦恼出来，我们来烦恼，还能让你跳？有没有很聪明？没有因为太聪明了啦，所以我们生念头出来，然后在念头里面很烦恼，
然后过生活一天24个小时，要都这个样子。我们都没有去研究啊，我们为什么有烦恼？烦恼从哪里来？自己生的，为什么会生？所以或许是提示给各位在生活当中能够去想，说我们为什么有烦恼？烦恼的来源是从哪里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结论，就是面对外界、外面的景象，面对外面的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景象？我们看到了，从这一些我们产生烦恼。那外面的形象，外面事情的形成，都是因缘际会，变化无常。可是我们从这一些因缘际会、变化无常的这个现象之中呢，我们住相，住了形象以后我们产生烦恼。当我们的烦恼还没有过去形象已经变化，对不对？都是这样咱还搁咧烦恼形象已经拢改变啦，咱还搁住在旧的烦恼内底。所以我们就是没有研究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才烦恼。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了解说，根源就是对呢真理的世界真理的领域都没有去研讨，没有研究不知道，所有很多都是不必要的，烦恼也不必要，造业也不必要，受苦也不必要。那因为没有研究这一些都变成必要，烦恼也变成必要，然后呢住相也必要，然后受苦也必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确实就是这样安尼咱人真讲真巧，这样算起来我们都不够智慧是很聪明，可是晚辈聪明误，我们都不用智慧。那我们要启发，我们佛性本身它有般若妙智慧只要我们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把佛性那个本体认识，然后启发，让它呢在日常生活之中运用，然后只要一段时间这个3-5年一过去以往的禅宗的修持你认识本体12年就可以成佛。12年就是去掉我们那一些深根蒂固的习惯，我们那个习惯性佛性里面没有，我们要去掉那个要很坚定的信念那个不符合真理的，我全部不要这样呢它就可以去除离我远去，然后恢复自己本性的光明。本性一光明一恢复以后，我们那个般若本性所具备的那个智慧般若妙智慧它就呈现。呈现以后我们不会造业。为什么？了了分明的真理，整个就在眼前。那整个在眼前呢这个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这样呢就很理想生活之中呢就我们不造业因，那么没有业因我们自然就不用接受果报，就解脱了。所以这个解脱我们不用这个一直这个求佛来把我解脱，那要自己人，要自己解脱不然我们自己一直造业，一直造业，一直求佛，一直求佛，没有用那只要我们业因都不做了不造业因，哪有苦因果是定理，一定道理，
在凡尘不要想说研究因果已经落伍了，跟不上时代。这个因果的东西呀，它是一个绝对的道理，有因必有果。不会说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啊，因果就把它推翻了，推不了的。在讲那个研究因果已经落伍那个人啊，他连这个吃饭也不用吃，连呼吸也不用呼吸。吃饭啊就是因，能够活下来才是果。你呼吸啊就是生的因，你不呼吸就死翘翘。有没有因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做接受啊。你路你行，你哪讲赢的呀？那个严重会人家捅你一刀，严重到那个程度有没有因果？绝对有的。那你笑脸迎人啊，人家环抱你是什么？就是笑脸。有没有因果？有，就是绝对有因果。小有小的因果，大有大的因果，都有因果。现在接受福报的都是累世累生之中还在种因。他一直在布施，所以他现在接受福报。那我们假如说这一生坎坎坷坷，这个早一餐吃的，各有一等在的都位，那个就是我们都一仙几怕24也干。各位现在有没有一仙几个怕24也干？所以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来完成这个现象就已经呈现因果。所以我们时常买花来供佛，那就会长得很漂亮。有没有因果啊？我们长得比较丑陋就是从来都唔捌想要买去敬佛啦。所以也不要埋怨，后日想较水就会记你讲买花来供佛。佛已经成佛了啦，你有拜有供他呢他也成佛；你不拜你不供养，他也成佛。所以伊无差啦，差伫咱。咱要拜的人，咱供佛的人，差伫咱本心，这样了解吗？所以心呢就很重要我们修道就是要修心，把心透彻了解明心的见性的，心明以后因果不昧，不会迷昧，然后见性以后成佛无疑，绝对成佛。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就这么好可以让我们有信心呢，绝对可以成佛。还要了解听到这个上乘佛法都很不容易的容不容易？这一条拢爱有祖德，祖先有德性，然后本身有行善，累积善生根，善根又成熟，你才这一条无迄下骹拢迄个迄针咧甲你插你坐袂掉呢所以各要了解到说这个因缘很不容易遇到要讲这个性理心法，我们要研究都很不容易。各位浅显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就是要珍惜要了解到，就是呢启发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要认识他要听他的话由他来指挥我们的视听言动。我们现在谁在指挥真的是佛性在指挥都这么理想不是我们的六根在指挥真的是太超越了。所以魏先生，你现在回答佛性在指挥，回去的时候要知道你的良心是你的佛性，所以你凡事呢都要听良心的话。那个
对自己有危害，对别人有利益啊，嘿，你该做你就去做，做会落去的，应该是做不落去。为什么？对自己有危害。虽然对别人有利益，可是我们就有一句话说：人不自私啊，天师地美。还蛮会背的嘞。这个就是给我们找借口啦，所以自私没关系。那我们自私到呢能够为求做佛，这样的自私啊，或者鼓励我们为求做佛的自私。然后呢，你为求做佛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就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法就无定法。佛释迦牟尼佛都叫我们要贪什么？就是贪法性。法性知道吗？我们凡尘是两个，一个叫法相，一个叫法性。那法性它包含所有没有形象。是我们的佛性跟凡尘所有三河大地啊，整个都叫做法性。然后呢，法相就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就叫法相。所以凡尘就只有这两个，一个法相，一个法性。然后我们要贪法性，因为贪法相住相以后啊，我们容易迷昧。然后呢，我们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连整个三河大地啊，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那就成就了，成佛了。这样了解吗？能够了解，那真的才是奇怪了。所以不了解是正常的，要一段时间，才会知道说，原来是不用分别心，原来天地凡尘都是一样。不用分别，那样就成佛了。所以要一段时间。我们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性认识，它只要不符合真理，我们就把它去掉。摒除它，因为它会造业，造业要受苦。那个果报很快就来，然后我们把它消除掉，没有那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全部生活习惯都跟真理相应，这个才是正确的。那我们凡人在凡尘可以说都是我们六根在当家了。眼睛看了眼睛当家，耳朵听了耳朵当家，都是他在指挥我们身体呀。尤其我们这个鼻子嘴巴，一闻到那个香。那个炸干，那个炸鸡排炸到真香，无加真干，我们都不会的啦，对不对？闻到那个我们都会说不行，我已经清口了，有没有啊？那个不能吃了那个吃了对肝脏也不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感官当家，时间太久了，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那我们现在说，不要让六根当家，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要让它当家。因为它都害我们造业。这样了解吗？这个要做蛮困难的或者都讲像我们混到这个。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太，纵然年岁大也是一样的。看到那个橱窗里面的服装很适合自己穿的时候眼睛看到了，这个时候眼睛就当家。我们的身体整个都走不开嘞，拢一直看那样，那人我穿足下的，有没有啊？所以天性理心法很好，为什么？厝有衫唔免去看，好不好？因此要化妆的话那个化妆品都很贵
然后我说哦，不用化妆，为什么？你吃较老，大家面拢同款。年岁一大了哦，看起来那无分别呢哦，没有分别都一样。而且尸体又是哦地的物质，所有风土，啊，所有风土你搁伫里甲装，伫里甲装，暗时啊咧困来洗头袂，爱钱啊咱不外搁甲洗掉，那要多济。哦，所以不用买，也不用擦，也不用洗，是不是很省？我们哦都全部洗干净最漂亮，最好看。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可以省钱，也不用买服装了，也不用买化妆品了，省不省钱啊？当然你喜欢画也没关系啦你都收盐，搁收一钱啊我再搁甲洗衣裳。我们了解呢，在凡尘有很多呢我们要追求、要了解、要知道当我们的六根呢很强烈的发出意念，我们就要了解说已经偏了，跟真理不相应了所以那个时候要马上清醒耳朵听到呢我们耳朵是很奇怪的，人家那个不愿意给我们知道的事他们都很小声在说，这个时候咱耳孔都硬来咧听也是很奇怪，不要听就好了嘛，他不给你听你就不要听啦那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各位先生，有什么是好事啊？所有六根惹下来的那一些业因都是要我们受苦，要我们到三恶道去，所以不要听他的话不要让他当家做主，这样会不会啊？会不会啊？要有很大的勇气当我们这个六根根尘相对已经不产生六识六识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四心，我们四心都不用了，就会用真心。那用真心的话，跟真理相应。那既然跟真理相应不会造业。既然不会造业，就不用受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要知道。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实践，实在的做，能够实在的做，功效都会呈现的。我们就会很快乐。所以各位先生，当你已经了解真理或者都讲，这个冬天睡觉盖的棉被都一直在偷笑。各位现在有没有啊？半年就听懂了要偷笑，有没有啊？还没有。所以欢喜充满的时候那个整个都是阳，人是半阴半阳。当你欢喜充满了，那个阴都不见了，整个都是阳，所以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没关系，阳已经很充足了，明天精神一样很好。那我们假如说阴比较浓的话，我们会昏昏沉沉。昏沉的话阴比较浓，阴浓好不好？阴浓的话要到地狱去阳很充足的话，我们要上天堂。上天堂的好，说要培养把阳培得很充足，所以不要有负面的念头。各位浅显负面的念头知道吗？就是那个不好的、要害人的、对人不满的、对人埋怨的，这都叫负面，那个都不要，都把它去掉。所以去掉这个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知道它不好，马上去掉。这样呢我们会习惯，就不会有不好的念头。所以那个黑暗面就没了。没有黑暗，整个都是光明。这样了解吗？
是不是啊？愈听愈迷糊啊？我们再回到呢那个四皇的禅定所以这个75页那个第二行贤策呢他讲说我师所说就是六祖所说的妙赞言集体用如如。这个妙赞言集体用如如，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妙赞言集，妙就是呢不可思议不能用我们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讲那个就称为妙很奥妙。那么南常集这个佛性的原始状态那个赞。那么圆满圆融想就是如如不动极昧极静如如不动。所以呢这个妙赞言集都是在讲佛性本体，然后体跟用如如不动我们的本体跟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现在呢呈现在凡尘我们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因为凡人不研究真理，不知道呢我们佛性本体，所以都把佛性的功能作用当成佛性本体。我们要了解体跟用是不一样的。或者都用那个金钱来比喻，说我们拿到钱叫体。我们可以去买，那个叫用，这样了解意思吗？体用那我们这个体它常在，可是用只有一次，对不对？我们拿钱去买东西钱要不要给人家？然后我们买了东西以后，钱已经给人家了，对不对？本体我们已经已经转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了，不在我们手上。我们已经买了所以用了只有一次，可是体它常在，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佛性也是一样，佛性的体它常在，可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它用出来一次我们没有摄用归体我们就已经没有获到它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你会使讲摕去人买物件摕来钱搁甲抢转来了，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用只有一次啦，体它常在，那我们要摄用归体。摄用归体呢，就是我们佛性功能作用呈现以后有这个作用以后我们还要收回来呢到我们那个本体回来那个摄用收摄我们的功能作用又回到本体，回到本体以后它又会发挥功能作用。那我们假如说不了解到的体本体，那我们作用方面在用功夫变成虚幻不实在用了以后没有了佛性本体没有了我们误以为佛性的功能作用就是把它当成是体。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呢有办法生发念头，念头生发以后各位浅显，念头会不会变化？很快变化，对不对？所以那个功能作用一出来以后一跑到呢我们的念头念头有念头的内容我们跑到念头的内容里面住在里面，然后呢我们想说我要再用，结果我们那个念头有办法再生发念头吗？可不可以？我们佛性生发的念头已经生发了，念头的这个内容它可不可以再生发念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啊，遐厉害啊！咱生出来念头，念头够生念头啊。可能美后学表达的不是很完整哦，就是我们生发念头以后，我们假如说认为啊，我们一念接一念攀缘，各要了解，虽然说攀缘也是从佛性本体生发，那你已经生发的念头啊，它就已经生发以后啊，它就消失了，再接着再生的还是你的佛性在生，不是你的念头生的啦。这样懂意思了吗？咱生出来念头，迄个念头袂阁生念头啦，就是要阁生，也是搁为佛性本体生。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作用啊，生发念头，那个叫佛性的功能作用，只有一次啦。生了以后，它也就消失了。今晚要阁生，还是要从佛性本体再生。所以它一个接一个的念头啊，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可是我们都没有认识我们的念头是一个接一个的。佛性的本体本来没有念头，可是我们现在啊，变成念头很多，所以我们烦恼很多，所以呢噪音很多然后呢受苦很多，都是从不知不觉来。那我们就是要知觉，为什么我生发这么多念头？原来不认识真理，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才让念头啊，一再的生发，一再的生发念头就变成很多事，然后我去应对这一些事，就造了业因，业因形成啊，果报在后面。这样了解了吗？了不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记得一个根源，根源要记得，佛性本身没有念头，佛性本身没有念头。那我们生发念头，起心动念，生发念头叫做不觉，不知不觉。各位前贤，生发念头的时候啊，咱念头出来，咱有地感，有没有知觉？有没有知觉说啊，我念头造出来，有没有？有啊，这么理想啊！要是说念头生发，我们都知道，各位前贤，那我们所有念头自己呀，就能够掌控。那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念头。所有的烦恼都不见，因为我们可以从根源就止断它。念头没有，哪有烦恼？烦恼都是从念头来的。那念头会住相，会住相以后，我们呢才产生。那产生了以后，又不知不觉，所以都是从不知不觉，然后形成。那现在我们研究啊，就一定要回光返照，照啊我们那个生发念头的佛性本体。你要我生念头，你生出我看卖。当你这样的时候啊，那个念头一生出来，你马上知觉啊，那个念头就断了，就不会有。然后呢，你只要按照这个方式。关照你自己的佛性本体，伊要阁生念头啊，你拢在等，这样会不会？好像我们坐在家里面看家了，那个小偷一进来一看到主人在顾厝，他会不会偷？伊就想讲主人在顾厝我无法度偷摕对无？是不是会离开？对不对？你阁顾，伊阁来。讲，佫看主人有咧顾，若无咧顾，我要入来偷摕。佫看到主人咧顾，是不是还佫离开？就这样，你看家，会不会看家啊？唔通看到闲的软困我们都会这样啊！直直看，直直回光返照，直直看，看无代志，看到拢无代志就困去
他困去了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才到入来头地，咱的家宝都给了了，所以修道不是很困难，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看家，愿不愿意？即摆咧看家是看咱的念头咧，该看，莫互伊生念头出来，安尼就好啊啦，不简单无？很简单，修道就很简单，只是我们都不愿意去做。好，你念头出来，我甲你看你有生，他就生不出来了啊！因为我们都不看他的时候啊，一个接一个，一直攀岩啊，有没有？我们都一直攀岩，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都是要看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决定，有没有心？有心的话，回光返照，没有比生死的事更大，生死最大，就是这个把你看住了，不要你生念头，你本来就没有念头，这样就好了，就成就了。安尼一样嘞，唔免像咱安尼迄落去田的挂稻啊，播田遐尼辛苦啦。那个是身体这个劳力啊，这个看我们佛性让它不产生念头各位先生辛不辛苦？会不会很辛苦？大概正在判断了到底是去挂稻啊播田较辛苦，还是我看念头较辛苦？那个工作都有一个段落，这个看念头也是要怎么样？要有始有终。好，我甲你看，看到已经习惯以后啊，伊就拢无念头啊，无念头以后的成就就已经时时刻刻都在觉中。都是觉的话我们不会造业，没有业因就不用受苦，就解脱了，就成就了。安尼样嘞？可能各位在想说你那搞这个代志遮大互我做，看念头，这个很大的工程大不大？很大这个工程虽然说不用我们这个费力不用力气，可是这个费心的程结尾很好看。可是这个可以让我们成佛，值不值得做？很值得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只要你有空闲，就学习观念放下，就学习看自佛性本体，看你要生什么念头出来，这样就好了啦，简不简单？或者教各位都是很轻松的事，很轻松的事很好做的事，只看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呀？安尼讲无可奈何，个回答愿意。所以我们呢要回到呢记得领回来那个妙赞言集以用无如就把这8个字能够记得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本来无因呢本空。各位先生，什么叫无因？不错，就是呢色受想行识无因，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个色就是形象，形象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这个形象叫色，然后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精神精神受想行识我们接受了
外界的形象、外界的事情接受，接受了以后，我们产生想念头，然后想了以后啊，行就是做，行了以后啊，留下来事就是记忆，受想行识，这样懂意思吗？我们身体呀，就是色受想行识，然后色呢就是看得见的实体，受想行识就是呢精神，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精神。那呢从这个呢受想行识啊，没有研究的话，都把凡人的万象万事当成真的来接受。接受了以后，我们产生念头，因为把它当成实在，所以要怎么去做就是以万象万事实在的角度去做，然后做了以后啊，就留下了记忆所以我们从这个受想行识啊，这个不实在的把它当成实在就是颠倒。那我们呢一研究真理以后啊，受的时候啊，我们要了解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假的，所以我假的不受，不让它进入内心。我的一心正受都是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那个受，这样有没有分别的？了解里面的意思了吗？我们那个受很重要把凡尘都当成真的这样的话叫颠倒，因为凡尘都是假的，我们把它当成真，我们去接受，然后呢造下来的那个业我们要自己去承担，这样了解吗？最大的差别呢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呢一切不受，凡尘都是假的。或许呢在北部啊遇到有一浅显，他是呢一个公司行号的主管，然后呢所有一些职员啊都会向那个主管那个吐苦水啊，就是他经历的那一些这个不如意啊，都会向主管这个诉苦，然后那个主管全盘接受了，拢甲因的迄个苦，人倒不舍伊伊的这份受让，总甲收起来。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啊，他的身体又出状况，这整个啊，那个医生检查说你这个得到癌，炎症癌，咱讲癌，得得啦。说安那会安呢？还蛮年纪不是很大怎么会得癌？那我们一般呢得到这个炎症啊，会怎么样？他会死讲我得癌嘛会死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刚好就听这个道亲跟他讲，说你可以改变心态，什么心态？一心不从，就是所有的那个凡尘的那个假的都全部不接受，一切都不受。一切都不受以后啊，伊迄本事拢无去对吧？然后经过3个月再去检查的话，他的癌症都消失了，癌细胞都没有了，奇不奇怪？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凡尘的那个精神啊很重要。我们精神啊一直接受呢那个不正确的一些信息，我们这个生理会产生作用，所以就不让它在凡尘继续生存下去。他改变心态以后，全部都不接受垃圾，生理又变化了，那个炎症细胞、癌症的细胞都不见了。真的呢，这个是真人实事，真是拄着这个代志。
所以或许就把它提出来了给各位呢做个参考。所以我们呢在凡尘要了解现象事情都是假的，因缘际会才有，缘寂则生，缘散则灭。记得缘寂则生，凡所有相都是虚幻不实在。事情也是一样，缘寂则生，缘散就灭。那因缘际会的东西无常，既然它变化无常，我却不住，一切呢都不接受，这样会吗？会不会？很好不然我们一直接受垃圾往后身体会抗议会很多毛病，我们身体的毛病产生的很快又很多，这个有一些我们身体的有一些病症连那个医生他都不知道了，他会说不明病因。各位有没有遇过？这个去医生医院检查，或者都有唔好，医生讲这不明病因，唔知什么原因，那会安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都是从精神状态生发病症。精神没病了，神有没病啊？对神有病吗？一定说没有，不然的话精神病接了。我们从精神信念都很健康，所以一切不受，完成假象，一切不受。所以受你看我们一改变，想改不改变？从受改变以后想改不改变？行改不改变？事改不改变？整个改变。所以受想行识都空。然后身体的事是天地的物质，谁有风土？所以五阴本空，有没有错？真理五阴本来就是空的，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实在身体也是实在的，然后接受什么事情，接受什么现象，也都是实在有没有本空？没有空所以我们要了解五阴本空，本来就是空的不要把它当成实在，当成实在呢，我们就六道轮回，它本来都是空的，我们就可以回到佛的本位。这样了解吗？哇，我咧甲大家催眠呢，看人拢咧点头对，你讲的对。我们知道了形象是假的，天地的物质，形式又是呢不实在的那个景象引起，都虚幻，所以叫五阴本空，本来呢都是空的。然后六尘归有，这个六尘，六尘是什么？对，色声香味触法叫六尘。六尘本来都是空的，没有本来就归有，归有也就是空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六尘空不空？都把它当实在有，对不对？所以在真理世界来讲，这个六尘它归有，归有是空不是有。是假的有，一直变化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根尘相对我们六根对着六尘，然后产生六识，3、6、18我们这样做，就有18层的地狱在等着我们，所以不要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四心不要用，用了呢。就会等到咱去地下去18站地下，那不是听到？有没有听过？尤其那个丧事的时候，拢有迄个挂迄个地图的迄个地狱的迄个图片，
拢有甲咱讲迄个18层的地价。咱就爱了解，我们要知道说18层地狱啊，就是我们6根对6尘产生6识，然后我们在里面一直在做行持，然后真的就是那样去接受那个果报，18层地狱的果报。那我们不要用它6根6尘6识全部都不用，不用的时候各位先生，我们用什么？不会了我们6根6尘6识不用，用什么不会啊？对啦，用佛性啦，用咱的良心嘛，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要我们把根尘识3、6、18全部都拼除了以后我们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时候叫做直心，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就是净土，就是用我们佛性本体，用我们佛性本体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这样都没有造业，就不用受苦，就当下解脱，这样了解吗？我们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把它运用，不要用那个3、6、18的那个根尘识全部不要，6根6尘6识全不用，我们用慈心，就是用我们良心良知良能，用我们的佛性本体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所以这边就讲6尘归有，色声香味触法那个都不是有，是稀泛的因缘际会呈现的，在迷惑我们的那个6根，安尼听有无？不出不入，因为那个智房它就是说入定跟出定，然后这个贤策跟智房讲说不出不入，没有出入有出有入各位浅显就是有现象，然后有生灭，才有出有入。然后不出不入就是常定、常住、常有。我们佛性就是这样子，它常住，然后常定、常有，有不变化的，常住的有，不定不乱，在我们这佛性本体来讲，不定不乱，没有这一些名相。禅性无住，这个禅性它无住，没有住没有那个止住，没有停止的地方，没有住的地方，离这个住禅集离开那个死住的那个禅集。各位浅显这样听懂意思吗？他说哪有一个会当停止的所在，有停止的地方，那是不是有一个限度？不会很宽广。假如说有一个停止的地方，那表示它不是佛性本体，因为佛性本体非常宽广，无量无边，尽虚空的遍法界，所以我们那个禅性很宽广。那假如说要有一个停止的地方，住的地方呢，那就变成狭隘，这样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因为我们还没有把那个佛性启发跟整个虚空融合，所以现在有一点要体会这一种状态比较体会不出来。等到我们往后越熟悉的时候就会越了解说原来我们那个佛性就是这宽广无量无边的宽广。
不是那么狭隘的一点点，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有停止的地方，有住的地方，在我们身体的现象来讲比较安稳。可是呢，佛性不是这样，这样了解意思吗？咱有身躯的时阵啊，是爱有一个所在互咱休困，有一个所在互咱大，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这个身体呀，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不能长期拥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身体的那个大，它天地的所在，迄范围啊，很窄，真矮啊，会矮啊呢。所以我们从那个高的地方来看我们住的房子啊，像不像火柴盒？很像咱大的竟然是稀啊！那我们佛性不是这样，很宽广的莲花学坐高那个高铁下来，然后因为它盖的比较高啊，那个房子好像那个模型啊，我们那个有做迄个囡仔咧算的一款模型像不像那个？很像我咧想讲咱人哪会拢安尼，敢若鸟啊大比鸟啊小搁较细。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鸟窝？那个鸟窝还找我去走呀走来，我们一看到还蛮大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从远的地方来看房子比那个鸟窝还小，很小。我们人啊，像不像鸟？飞来飞去的所以那个我们这边的浅显跟后姐讲说，去基隆去那边去玩，才知道说原来基隆这么远啊！你每个礼拜都从基隆下来，真远呢，没有听真的很可惜。想象的基隆很远，可是真的一坐车上去啊，那几个比地搞这样，那个才真的体会啊。所以想象跟体会啊，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遐可以跟他想象你若真是去真是有够真的够远的那么禅性无生离呢生禅想，就是我们那个禅性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所以离开那个生灭的那个念头生禅想。心呢如虚空，我们的心就好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非常广泛，亦无虚空之量。嘛无迄个虚空的度量，就是没有一个限度啊。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空虚空，以我们在这个地球来讲，是实养太阳系。那么太阳系里面的虚空跟整个宇宙的虚空又有差别。宇宙的虚空无量无边然后我们太阳系有一个限度所以像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上去就是有一个大气层，那穿过大气层以外那个叫外太空，那已经又穿过那整个外太空以后才进入整个那个宇宙，所以宇宙的宽广我们的性分是包含整个宇宙。非常宽广不局限在这个太阳系，不局限在地球，很大我们的那个细分很大，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那个本来，回到本来以后，我们可以到所有的佛世界
我们比较时常听到是西方极乐世界啦，然后东方琉璃世界，然后呢这个南方宝佛世界，都有这个超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那个佛世界，很宽广，那已经呢都超出我们太阳系，所以我们一回到本位以后我们无量无边的那个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可以到达，可以千百亿化身，很理想。这个呢，我们以往不研究的话都不了解啦，都以为只有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都只有这样而已。然后呢，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把我们的心量都扩大到无量无边然后我们眼前所遭遇的所有事情各位浅显要不要计较？就不用了，因为从那么大的世界，然后回到现象这么小的现象这个心量一大以后，扩大了以后凡事都会让的，牛郎啦，都没必要计较，也不值得啦，不值得计较，所以我们老子师就现给我们看，度大能容。了却了人间多少事我们很多事就是不能容纳，所以才有事一容纳都没事了，对不对？各位浅显度量大不大？有没有学我们老祖师要学老祖师呢，度量很大然后要学我们老祖师的满腔欢喜。满腔欢喜呢，笑开天下古今愁，全部呢都笑开。他或许时常会讲，说我们现在的凡人很多都是从厕所出来，整个脸都臭臭的，有没有？所以我们要学那个布施。笑容布施，看到人打招呼，跟他很笑脸，相迎人，是不是很愉悦？好像春风一样，春风吹到很舒服，对不对？我们喜欢看到人家的笑脸，所以我们也笑脸迎人给人家看，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就会很理想。那么智王闻是说近来乐师他直接就来找六祖，那六祖呢就问他仁者何来？所以那个六祖一样也没有那个分别心，他称呼呢就仁者何来？也是就是同等那个同等地位同样的那个心来问。那么智王呢据事前也，就把那个玄者去找他跟他对答所问所讲那个内容讲给六祖听。那六祖呢就说诚如所言就像那个玄策所说的这个卤蛋呢心如虚空，只要你的心就好像虚空那么无量无边，不着空见心如虚空呢又不着空见这个是很重要的，全部呢都没有住相。然后应用无碍这个应用无碍就是讲到我们那体用如乳那个呢妙赞言其体用如乳我们就用我们佛性出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应用，然后呢都没有障碍，没有挂碍所以
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完全都是以真理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所以叫应用无碍。这样会吗？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现象，只要不如自己的意思就会抗议，那个举那个白布条抗议，这个教导我们那个住相，教导我们那个偶像加强。抗议的时候有没有偶像？是不是很强？自己的权利受损了，所以要抗议。所以那个呢，就是不好的那个示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呢能够从真理来应对完整的万事万物，应用无碍，没有障碍，没有挂碍，没有阻碍。那个整个都很理想，也不会造业。动静无心，就是不要落入跟尘相对的那个四心。所以应用呢那个无碍，动静无心，整个动静呢都没有起心动念，完全呢都是从佛性出来。那么还胜前忘，这个还跟胜，两边对待的，那一种前把它忘，就是不要有分别心我们呢这个分别心都很强，圣人就是圣人，凡人就是凡人，都呢很强烈的分别，他就是跟我们讲，没有圣人，也没有凡人。所以还胜的钱要忘，全部都不在我们的那个仙文里面，仙文里面没有还胜的那个念头。能守记名，所以这个导师比较难做的能守记名就是没有能也没有守，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就是没有事相。因为我们呢，一般在凡尘的这个生活里面都是有三心四相，很强烈过去心、未来心跟现在心，然后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很强烈。我们要把它整个都泯灭，没有能也没有守。所以我们用这个四相来说可能会比较理论然后呢，或许用比喻来讲，说这个能守能用我们的这个眼根来讲，我能看，就是那个我相，我能看。那既然我能看，就有我所看，所看就是人相，对待了。我能看，我所看，有没有对待？我会当看，看一定有所看，的对象，能看所看。我们呢，能看跟所看，不会只有看一眼一个现象，一定会很多，所以那个叫众生相。我看足多，看足多，叫众生相。然后我连续不断的看，叫做寿者相。你有了解无？四相有了解无？所以四相就是能守，能看所看，能看差别重生，叫做众生相。然后连续不断，叫做寿者相。然后接着我能听，能够听的就是我相。然后所听的就是人相，所听又是差别重生，有人的声、车的声、动物的声，风声、雨声，很多声，是不是差别重生？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的听那个叫寿者相。只要落入我能闻，
我能吃，我能够感觉，那个全部都事相。安尼了解无？然后做事情我能做，一定有我所做，对不对？我能做就是我相，我所做的就是人相。然后我所做的不是一件事，很多，那个叫众生相。然后连续不断的做，叫受者相，安尼四相，了解无？咱听起来理论敢若离咱真远，咱甲讲为现实来，拢伫咱身边，对无？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破除这个四相？就是一心，一心懂吗？没有我能做，也没有我所做，就是这项我应该爱做，我就去做，安尼就没有四相，安尼了解无？比如说我们在扫地呀，我们住家的前面咱去扫涂骹，你若咧扫时阵要心肝咧想啦，讲这个公共的场所，我伫咧扫时阵我要听好人甲我学了，有没有啊？我们都会有那一种希望人家称赞，对不对？那个就有四相。你说这个是我居家的前面，我自己喜欢干净我就做，就没有四相。你差别知影无？很小，对不对？他伫咧你的心有迄个期待，期待人要甲你学了，迄就是住在四相。那你讲这我应该做，我得来做，那就没有四相，就是没有能所了。没有我能做我所做，这知道了吗？咱听起来敢若讲迄四相安尼真固定，确实伫咱咧做迄个差别啦，足少，很少，很小。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心态，我们的心态是很笃定，是一心一意所做出来的，没有四相，没有能所了，这样了解吗？无一个甲我应的，因为这个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是一样在家里面你若咧做工课听到厝的人甲你学了，那就有四相你若想讲这我的分内我应该做，安尼就无四相，安尼会晓分别袂？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了解真理以后我们去做，不是很困难很容易，就是那个心的差别，心的差别一点点，只要差别一点点那个能所四相就整个呈现，然后我们都没有分别心，做下来没有四相，没有能所，安尼了解无？这个叫不相应。所以能所具名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自己体会没有那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心都很平衡啦，不平衡都有能所都有四相性相如如我们的佛性呢跟我们的形象都进入如如不动就进入真如所以我们修就是修如，各位浅显，我们修到如就来了把两个字连起来叫什么？如来如来就在我们身上如是我们已经到达真如，到达真理的世界，已经如了。来是感应感应而来，感应众生在求我们感应了来所以修呢就是如，成就了就是如就是真如成就了，然后感应而来如来性相
性跟相，我们佛性呢跟形象都进入如如不动，都进入真如，都进入了一真法界。这样听懂吗？又是一样。无不定时也。六祖就讲说，我们呢只要能够应用无碍，动静无心，还圣前望呢，能守记名，性相如如啊，无不定时也。什么时候？都在定的时候啊，都整个呢，在定之中，所以呢，六祖呢就跟智舫讲，就是贤策所说的呢都是正确。黄一世大悟，智舫呢就领悟了，真正的领悟真理。20年呐，他20年那个打坐，那个禅定的心，守得心，20年的那个守得心呐，都无影响，无影无踪，无声无响，影响。20年已经拢无去啊！那个守得心呐，住在心里的那个守得心呐，全部都消失了。无影无踪，无声无响，都无影响。然后呢，智舫呢，就呢离此啊，就离开六祖，复归呢河北，开化示众。就是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示众，开法、开示啊，化导，这个示众。我们呢，这个剩下这个15分钟啊，14分钟呢，要给各位呢这个提问问题，而且都鼓励呀，犹疑呀必问，这个不问的话就是改。怕改，疑问呢就是怕改，改爱个怕，爱个偷窥，叫法度，进入真理世界，所以都鼓励各位问，有没有要问的啊？15分，剩下14分钟。都没有啊，他或许要问各位不好，我们要怎么成佛？很宽广，对不对？所以有疑问的一定要问，问了以后心里面没有疑问了，就能够很平坦、很光明。那有疑问就卡掉的啦，怕一个结去卡掉的，所以一定呢，要把那个结倒开，有没有？好，请说，这边。好的，刘老师好。那或许是有一些小的问题。好，你说。就是修考试不断烦恼，那或许又是在人上看，不断烦恼也可以进入圆满。那这两种的一种差别，是否有些提出来是或其他没有？你问题是问完了，可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你再讲一次好不好？慢一点。或许的问题是说，我们一位祖师第一个是大约就是不断烦恼修持法。那或许又曾经在佛经上看过涅槃的一些方法，不断烦恼的方式可以进入涅槃。那这个背后隐喻的微妙法是如何？是想请教刘老师。
这一次是有听一点点了，可是还没有完整。讲慢一点，再让大家更详细一点。说弥勒祖师，然后呢教导我们很多的修持法门，很多呢是讲那个涅槃，涅槃以后的事情，是这样吗？后面。其实或许，问题是就是如何以不断烦恼方式进入。不断烦恼的时候，然后进入涅槃。这样各位听懂意思了吗？就是那个维摩诘他有讲过啊，说我们呢不断烦恼，然后进入涅槃。不断烦恼进入涅槃，就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它那个含义呀，就是讲说我们这个佛性都会起心动念，都有念头。可是呢，我们要等到全部的念头都没有，然后才进入涅槃是有一点好像比较困难，好像呢不是很那个钝化的那一种教法所以他就讲说不断涅槃，然后进入涅槃，不断烦恼进入涅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呢，一个顿教法门呢，就是讲那个当下，所以也是一样要了解真理，了解真理呀，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呢在这个理上来讲，它是呢真如不动。那既然是如不动那所有的凡尘所有万象万事，那全部呢都在我们如不动的佛性本体之中所以呢所有的烦恼也在佛性本体之中。因为这一种说法是比较上乘的那个根器它因为呢一进入了涅槃，一进入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然后我们呢，就是这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在，可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进入，可是它的功能都还在，它可以生知所有的烦恼。可是了解真理有根器它就会了解说，这些烦恼本身就不是问题。而是我们众生不了解到真理，进入烦恼的内容。那烦恼的内容就是形象，那形象都不实在，虚幻不实。那虚幻不实在根深那个根气很深的人他就会说，根本的拢给的拢无所以烦恼它不用断就可以进入不生不灭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就是佛性可以生发所有的烦恼，可是所有的烦恼都虚幻不实在。那既然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不会住相，会住相就不会住在烦恼的内容。那既然都不住在烦恼的内容，我可以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让那一些佛性本体呈现的功能作用都还在，这样叫做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有一点了解吗？就是不会进入烦恼的内容，进入烦恼的内容就是住相，住在形象住在形象我们的烦恼的内容就不一样就会被形象左右。住在形象那有根器的，他知道形象是因缘际会才呈现才有眼际则生眼善就昧。那既然是因缘际会无常变化，那无常变化它不进入。你既然无常变化一直变的话我要住在哪个你变化的形象里面？没有已经没有那个变化的内容让我住，那我就这一个烦恼就不是问题了。
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不断这一些烦恼可以进入涅槃，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可以了。因为你所生出来的这一些都虚幻不实的，所以叫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比较要根气就是要先了解形象是假的，事情的来源它也是因缘际会，全部都是虚幻，都是无常变化。要先了解到这个根源，知道了以后才来讲不断烦恼而入涅槃。那假如说不知道这一些这个因缘际会才呈现现象，因缘际会才有事情，不知道的话，我们来讲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就有一点这个不实际这个是很实际的它有实在的那个内容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再完成说烦恼即是菩提，那个等于是说他已经可以抓到佛性本体，因为烦恼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那既然你能够生发菩提，生发烦恼就能够生发菩提所以我不住在烦恼的相里面，我来看生发念头的那佛性本体，它就是菩提的佛性本体生发的就是菩提就是觉。那我们能够在觉之中，那一些现象都虚幻不实在，所以重点就是了解说形象是虚幻不实在，事情也是际会，因缘际会才有事情它都一直在变化，无常变化所以一旦你了解完成的无常变化，就可以不用断到烦恼就可以进入涅槃。其实那个也是我也是觉得说在文字方面来讲，因为他已经了解到这个程度他的烦恼已经不形成问题了，已经没有困扰到修持者的心了。那假如说我们住在形象那就差别很大一定是烦恼，那烦恼就没有办法进入涅槃，没有办法那一定障碍那个前提就是说他已经知道形象虚幻不实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这个经典文字的时候就是要了解文字跟意要分开有时候佛在讲的时候他讲文字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那所谓佛法者就是文字语言，即非佛法就是意，佛要传达的意那借着文字来说你要了解它的意，这样了解吧？不然我们看文字直接连贯，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不是很矛盾？本身是不是很矛盾？所谓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不是又很矛盾？它本身就互相对立的。可是那个就要了解，那个所谓就是形象即非就是性。那形象是虚幻不实，性是实实在在所以那个所谓就是文字，那个即非就是意，佛要传达的意思。还有吗？还有2分钟，有没有？好，请说。好，你好，宾典老师好。你讲这么清楚说如果说今天没有求到或有求到的人来听你讲的这些课，他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是要有什么差别？请说。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我们求道了以后啊，对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比较能够了解它整个那个轮廓啊，就比较透彻的了解。那因为呢，我们凡人啊，没有求道的话，都没有接近啊，他会很外围啊，很离得很远。那离得很远，虽然说我们讲的是明心见性的内容，可是他听起来完全都不一样了。那个他的解读啊，他的了解程度啊，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会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求道呢是基本，是根本，而且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又不是说你求道以后马上来研究，就马上可以听懂，要一段时间一定要一段时间，而且这个都是这个回光返照，都是要我们自己从自己的本身修持，所以差别很大。凡人的他的认知啊，要他去掉那六根六尘六识啊，他就完全不苟同，不赞成啊，因为他说就是这个在运用啊，完全运用就是这个啊，他不知道说还有一层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完全都不知道了，是我们求道。研究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才知道，说我们有一层深入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在我们身上，它不离不离，不住在身上，不离开身上，是不是不容易了解？无住伫咱身躯啦，也无离开咱身躯啦。了解无？有一点深就是这么奥妙所以或许才鼓励我们拿那个CD回去听，听得让他熟悉呀，所以或许很赞叹的，我们这边说，半年，然后中间又休息1个月，就能够懂了。北部的浅显呢，很赞叹呢。讲哇，伊那拢敢拢听有安尼阮伫台北已经听遮久有的都已经5、6年、6、7年的，还不是很熟悉呢。那南部遐尔理想，我说南部比较单纯对不对？北部迄读壳咧转伤紧转得伤紧咱讲一句想要10句所以不容易进入。那我们这边慢慢的没关系一步一脚印拢改率超过了。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我写占道天师的老浅浅大德，以及感谢各位浅显给我写机会讲。我们讲这个76页，已经把那个字坊的那一段讲完了。底下就是有一声问思语，找到了没？76页中间有一个僧人问六祖，说黄梅的义子什么人得？这个我们看这记载有一点是明知故问，他知道了这个六祖是一代的祖师，他说起这个黄梅的义子，就是五祖五祖的那个所传承下来的那个道统黄梅的义子什么人得？各位浅显，我们是接续这个一直下来，从六祖一直到我们老师第几代？18代。
我们呢东方这个前这个有18代，然后西方呢28代，然后后东方有18代，这个呢都是一条金线，就是都接续的这个道统，这个问王梅的意旨，什么人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也得到我们郭老师这个传承，也是得到相同的那个意志，所以我就是要用心来研究，能够透彻的了解这个所传承下来的是一条金线。那六祖呢就回答说：会佛法的人得就是这个意志这个一条金线这个掌这个道盘那个意志是会佛法的人得。各位浅显会佛法了没？会佛法就可以成佛了。各位都会了没？又没有信心的，还正在学习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是很宝贵的这个历代祖师所传承的这个道那我们要对道透彻了解，了解以后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的本位，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太久了，在轮回之中呢迷失了，不知道。那现在呢上天大开普度让我们很容易又得到了。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要得到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或者有经过那个后天寺庙在后天寺庙有服务17年，是在瑶池金母慈惠堂，各位可能都会有耳闻瑶池金母有没有？对我们呢凡尘都还蛮这个兴盛的，它各处都有分堂每个地方呢都有那个慈惠堂分堂那或许在那个慈惠堂有17年的时间蛮久的。那知道呢说要得到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慧学的妹妹要求在慧学求道的时候，我说哪有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有很多都不承认说有那个大开普度的事情。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是时以天时上天到达这个时候，像说呢这个青阳期以青呢为吉利，红阳期以红为吉利，现在呢白阳期以白为吉利。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水在决定说是青阳期是红阳期是白阳期，谁在决定？有没有人在决定？没有这个是自然而然上天的一个气势使然那个青阳期的时候也就是万物都生发的时候，红阳期就已经没开花，白阳期结果所以现在是以白为吉利那因为我们年岁大的都有红阳期的尾巴，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新娘子都是穿红衣那个是红是吉利的。那假如说在红阳期的时候你穿一个白的，那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不吉利，对，因为那个时候领导人依然所以那个就是要了解到要顺这个天时那个时候因为所有的你看我们那个墙壁都是那个砖块，是不是红的？都是红砖块。那现在呢都是水泥我们远远看去都是白的，对不对？所以自然而然进入到白阳期以白为最吉利
所以这个呢是技术形成，自然而然。我们呢这个不能说不相信啦，要随着这个完成。现在这个大海普渡有缘的这个佛子有囝有的囝，拢爱求道，爱修道，要回到我们原来的本位。我们都是佛啊，各位知不知道我们都是佛？我们本来都是佛，他见识到自己的佛了没有？有没有？不是第一篇就讲嘛，9月26号就说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我们去体会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各位有没有做啊？这个讲者纯纯，听者渺渺，一定要做要启发我们呢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了了分明知觉性那个了了分明知觉性啊，放不下，再怎么放它都放不掉。那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成佛啊，就是他在成佛，所以一定要先认识万念都放下了，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要认识它，一定要认识它要强制自己认识它要把它启发，启发了以后还要呢如朴还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我们呢先认识一段时间让它呢熟悉熟悉一点以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用呢耳根圆通呢，把那个佛性跟呢整个虚空融汇。要用眼根也可以啦，可是眼根我们比较不容易掌握，会被形象吸引。各位看到形象的时候住不住相？很容易住相所以用耳朵耳根的话就比较容易体会那用眼根也可以，只要是你觉得说你的根气很利，那就可以用眼根啦用眼睛啦，眼睛不是文字吗？我们不是有讲过吗？各位还记不记得？满眼本灰色，有没有？我们眼睛所看的满眼不是形象满耳本灰生。然后呢，闻思常触目观音在耳根，有没有？所以我们触目眼睛所接触的就是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什么第一？智慧第一。所以我们的眼睛就是智慧第一所以我们呢要用我们眼根的话也可以根性很利我们就是用眼根。然后各位先生，眼根就是一定要记得智慧第一，不要进入形象。进入形象我们会住相，会被形象左右，会被它影响。那我们就要记得眼睛呢是我们真心的工具，它是工具那我们要发挥真心，发挥般若妙智慧，那个就是文殊菩萨。那我们所看到的万象形象很多，那形象很多各位浅显，我们的见性只有一，万象有万个我们的见性只有一，看出去的我们这样见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心。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很习惯分别，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回来，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智慧第一，所看到的万象那个已经不进入形象，
已经是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了解意思吗？开始的时候啊是不容易啊，因为都这个万象差别，万象差别要把它看成全部都是一个一，就是限量，没有比量，限量没有分别啦，没有分别心都是啊我们佛性整个呈现的，听懂意思吗？这个比较有一点抽象所以要懂呢，就是要用心用心了以后，我们才会了解说眼睛所看到的原来也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绝对不是，绝对是形象，所以只有见相不见性。那我们呢这个从眼睛看也是一样，叫做见性，见我们的佛性然后呢耳朵是闻性，都是我们的佛性。那用呢眼根的话，要根气比较利来用。那假如说觉得自己很容易住相的话，那我们用耳根，耳根知道吗？耳根可以听到声音，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能够了了不明听到声音的那个就是佛性本体那个听的是功能作用要有本体我们才功能作用有用才会显现那个功能作用所以能够听到的那个就已经全部体用同时。比如说现在各位有没有听到那个电风扇的声音？电风扇是不是离你的身有一点距离，对不对？你可以听得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就是我们佛性的体跟用同时呈现，这样了解吗？就不局限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佛性不局限在身上只要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全部都是佛性的呈现，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整个全部都是。像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不是要修禅吗？各位有印象没有？上个礼拜说的，那么快就忘了？没关系。或许刚看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 DVD 已经送来了，有400片够我们拿的我们不到400个人嘛一个人还可以拿2片，没关系所以拿回去看要了解说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就是要我们修禅。那修禅就是要我们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要怎么进入上个礼拜有说了，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就是要着力摆脱客观环境对我们精神世界的支配。还记不记得？记得所以一定我们要用心来研究，然后去实行、实践实际的做，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可以回来能够回到佛性本体那就是已经是佛了，当下就是了啦。所以各位上个礼拜不是都不问问题吗？那或许有问问说我们要怎么成佛，各位都没有回答，要怎么成佛？2个字，2个字，离相，容不容易？不容易那表示我们都要住相喽。所以要成佛就是离相，离开形象。只要我们能够离开形象，不管是这个有形有相的形象，或是没有形象的语言，或是没有形象的事情，
这一些呢都远离了，那我们就是佛了。因为所有的相离呀，就没有烦恼，没有凡尘的尘垢。那既然都没有尘垢了，性体啊就清净，性体清净啊，自然呢，就到佛的状态。这样了解吗？所以这边讲说，这个会佛法的人得啊，就是那个历代祖师所传承的一条基线啊，我们会的人知道那个旨意呀，忠实义理知道了，我们就可以成就。这样了解了吗？了不了解？很亲切文字是没有亲切的，可是我们进入到自己呀，就是佛的时候啊，有没有亲切？跟我们这心就在一起呀，都没有离开，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那个知觉性啊，就在我们身上，知觉性就是佛，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啊，就是离相，不住相，不管是形象的相、语言的相，事情的相，全部都离了以后啊，我们那个心性啊清净，回到呢我们本体回来，所以这边六祖就讲，会佛法的人等，各位会了没？又没有信心，我才在那里在讲，最起码都知道了，要怎么成佛都知道了，对不对？也摸到我们佛性本体了，那怎么会不成呢？一定成的啊，时间早晚而已啊。看看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呀？放下万象，什么时候愿意啊？什么时候就可以成佛了？现在都还不愿意放嘛，对不对？形象都还蛮好的还不愿意放，所以还愿意当众生。等到有一天了我们厌倦的所有形象就肯放了，肯放就成了，就成佛。这样了解吗？所以自己努力。那么这一个僧人呢，就讲说和尚呢还得火，这个和尚，因为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和尚是很尊敬的称呼啦，我们呢要知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形象的上面没有形象，那个就是道；形象的下面就是器具，我们看得见的这一些器具这个我们了解说我们完全在用都是用这一些器具。像我们现在坐的那个椅子是不是器具？就是器具。所以形而下谓之器，都是器具，看得见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也是器，器具就是看得见的东西那和尚就是他已经呢跟上合在一起。那跟上合在一起是什么？跟上形而上谓之什么？就是跟道合在一起，和尚。那各位贤贤，我们和尚还是和尚？都和尚了哇，这么理想都跟道合在一起都不住相了呢这个最宝贵的房子财产都不合了，不要了很理想那到底是和尚还是和尚？考虑一下不然以后你在外面这钱我嘛要爱这财产我也要爱，安得和尚不是和尚。和尚是要跟道合在一起那跟道合在一起就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时时刻刻都跟我们的佛性合在一起，都是真理。这样了解了吗？和尚了还是和下了？
合中了。这个智慧太发达了，竟然合中了。哦，要26时中，不能只有一下下合中而已哦。哦，要26时中，时时刻刻啊都跟中道相合。哦，那很理想啊，那个能够想到哦，这个中啊，中道难行。那我们能够中，就是没有两边呐，没有两边的都是中道。那中道呢就很理想，我们要保持26时中，26啊就是12，那12个时辰啊就等于24个小时，24个小时啊我们都在中道，就是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不性，那个就叫中道，所以这个我们的中庸有讲，那个不偏不倚啊谓之中，然后不异不变化谓之庸，中庸。中呢是天下的大本，庸呢是天下的大道。那我们呢都能够在中，就在佛性的本体之中，是很理想的啦，所以能够发明而出来，要能够做得到哦。这么多人，只有你发明出来啊！所以一定呢，要和，这个和尚呢，还得我，这个僧人啊，他是故意问呢一代祖师呢，说呢，你有得到无？你有得到迄个一条金线无？你知影无？也幸福不？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六祖就讲说我不会佛法，这个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那一种谦虚啊，那一种就是不满不骄傲，不自满不自大，那整个都呈现，说我不会佛法。各位谦贤，我们只要说什么都会，我们会那么谦虚吗？我们一定会骄傲，对不对？所以这个六祖教我们就是呢，我们要有那一种这个谦呐，谦受益，满招神。我们自满的、自大的，人家呢就会呢，这个想尽办法来诽谤。那我们都谦虚了他就找不到空虚呀。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纵然我们什么都会，也不要骄傲，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假如说我们都被人这个婆他，就是很拥护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自满，不知不觉的骄傲。所以我们当下就是要回光返照，就想说，既然落入凡尘有现象，就没有骄傲的本钱。那假如说我们已经修正可以成佛，那我们就要想说，这么多众生在苦海之中，那成佛了也没有骄傲的本钱。所以在一生之中都不用走入骄傲，就是要努力的自己学习自立，又能够利人，自度又可以度人。所以这边呢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那么接着底下呢这一段六祖师一日呢亦这个左手受之衣而无美权。这个左呢就是洗涤啊，去洗洗衣的那个衣那个船的衣钵的衣就是要想洗了。可是找不到美泉很好的那个水泉水，还找一个较清的水来洗，洗那个历代的祖师所传的衣钵那个衣就要把它洗干净。那么因至呢事后这个无理许，这个已经呢到寺庙的后面很远的地方有无驴。那么见这个山林这个玉貌累计
盘旋。所以各位同学，假如说我们这个往郊外，他看到呢那个山林啊，这个玉貌，就是那个树啊长得很高大，而且又很茂密，就表示那个地气啊，那个地的地方地气很兴盛，就是一个吉祥之地呀。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山啊，都是长不出那个大的那个树木出来，那个就是没有地气，就是那个地啊不灵。所以我们假如说要找一个灵地，比较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个地方来修道，你就是要找一些呢那个树木都很高大，而且又很多那个样的它呢会吃那个云啊，也吃不出来那个地方呢它会有云这个出来。那个地方啊，会帮助我们在那个地气很兴盛的地方呢，我们的灵觉会比较这个理想。所以这个地方呢，修道者啊，去吸取那一种灵气啊，对我们很有帮助，对我们修呢很有帮助。这个就是外在的这个环境对修道人的一些呢无形之中的帮助啦。那假如说去的地方呢拢哭哭的，哭哭跳舞，或许这个老一辈的讲的话，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把它翻成国语，就是那个山都是草啊，没有树木啊，长不出那个树，都是草。有没有看过很多那一种山长不出那个树木，那个去那边修啊，那个会很累，没有帮助，会修得很累，没有成效，会呈现。要找还是要找那个有灵气的地方去修。我们会讲一般来都会讲气啊，那个所在。怎么说？有帮助的地方，我们怎么说？对自己很有帮助，不是说磁场嘛，对不对？就是磁场嘛，我们都会有感受说某某人的磁场很强，某某人的磁场拢无。很弱，有没有？他能够感受到这个磁场，就表示你时时刻刻都在回光返照，都在佛性的这个本体当中了，所以才会感受那个磁场。我们凡人时常呢都会有那一种不自觉的比如说一个。他心地很坏的人跟你这个错身而过，你会觉得说这个拍啦，有没有那个现象？有没有？然后呢，有一个人呢是从你身边经过，你说这个人足中和老实，有没有？那个就是呢，只要我们呢时时刻刻回光返照，跟佛性在一起，然后那个直觉会很强。会很强的知道跟我们这个相凑身的人他的那个状况。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检讨别人而是说他很强烈的给我们那个磁场的印象。所以呢，我们修持就是要了解到，假如说遇到那个心地不正不好的人，那我们没有事先知觉会怎么样？会吃亏，对不对？去骗到去卖去都不知呀。那我们假如说能够都事先知道他心思的变化，他还没有变化，你就能够知道，你可以引导他走入正路，对不对？因为他心的变化，你可以掌握，可以事先去点化，
他会了解说啊，凡顶真的有因果。那让他相信因果，他坏的事敢做吗？就不敢做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修持真的是可以帮助人。他坏的我们把它劝善的。说呢，你不要呢自己跑到地狱里面去，地狱没有门不要做。天堂有路，我们要走。所以可以劝人往天堂的路。那个是最善的。那假如说人家都已经好了，你再把他这个带要往好的路走，不免你错啦。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才讲说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很善良，没有坏人，所以他的平均寿命有1000岁。我们凡人你看都不满100岁啊，对不对？要不700岁就死人按人遐平均1000岁，都是善良所以我们到北俱泸州去转世没有办法呢行功立德，没安那做好，都本来就拢大家好不免你去啃。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南赡部洲好的跟歹的拢一半一半。所以有很多坏人你可以劝化他，所以可以行功立德。所以这个要修正的人很喜欢到你娑婆世界来。不过也有的不敢来因为说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避恶，避知道吗？不知道。那个必败，然后加一个败，这样了解吗？弊就是毛病有毛病了，恶，那恶知道吗？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避恶，毛病很多了，然后呢心地不好。所以不愿意呢到娑婆世界来，怕来了以后被同化。同化知道吗？就是人好对人好，人歹对人歹。我们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人好对人好，人歹对人歹，有没有？还有咱拢无主人的我们心中都没有主人老子讲说我们心中没有主人的话，那个道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所以心中一定要有主人人家好与坏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好了行了很多功他不会分给我们。人家坏了他造了很多罪我们也不用去替他承担。所以检讨自己就好不要去检讨别人。别人好与坏跟我都没关系，这样了解吗？不能说人家好跟着好，人家坏跟着坏，不可以跟着好那个还不错了，那坏跟着坏那不行的。他要到地狱去你要跟他讲，你自己去就好你自己去就好，我不去的。我要上天堂要很明确的我们生活的态度就是要很明确一定得要自己掌握，当自己的主人。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在讲说我们这个这个不受客观环境跟主观意识左右这个客观环境跟主观意识会左右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被客观环境跟主观意识影响，自己能够这个当下做主。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是自己努力在生活之中做到我们的心性清净。
就是尽量能够开始的时候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都一再讲了，很容易做的，万念都放下，没有了，没有成眼了，然后呢，一个念头也不要起，这个时候啊，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出来，出来了以后呢，记得要培养茁壮长大，我们能够又把整个佛性这个启发到呢整个空间，整个空间不是变真空的吗？然后佛性又在整个空间有，可是没有形象，就叫妙有，真空妙有。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把佛性启发出来，这个空间叫完空，空中什么都没有，叫完空。可是呢，我们一启发以后这整个空间都是佛性，所以叫真空。空中不空有佛性在。妙有没有形象？有就是有佛性在，真空妙有。所以呢，完全不一样的。不会呢是这个一空闲下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空闲没事做的时候就会感到很空虚很寂寞，然后很孤单，会不会啊？不会啊，为什么不会？假如说呢，整个空间都是佛性本体，就不会了，很充实，就不会去找那个八点档来把它塞满我们那个心胸。各位晚上有没有看电视啊？可能有的有啦，有的没有自己这个主宰，这个喜欢看就看，喜欢静就静，因为有的还那么早想成佛了，想说晚一点这个凡尘还很好玩，我再玩一玩再来成佛，所以呢，这个各随自己的意思我们自由发挥，只要认定这个凡尘是苦海，不要呢长时间流连忘返，玩一玩就好了啦，累了就赶快回来做佛，所以呢，看到那个很茂密的那个山林那个就是有灵气，又有那个锐气盘旋，所以我们这个修道可以找这一种地方帮助我们这个修持。那么施正习着地就是把他的那个习杖就是往地这样一用力一抽用力一抽以后泉应手而出水就出来，就流出来，泉水就流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附近可以居住的话，我们都不用缴自来水的那个水钱，用山泉水是最好的而且以前在天佛院找到那个合欢山的那个山的那个泉水，然后呢我们去检验看它是多少度，竟然0.2各位前学，我们台南的自来水多少度？没有报道出来吧？高雄的水说10度了，那个水不能吃0.2不用烧，唔免凉都会使直接啉。到1那个自来水的那个度到1的时候都还很理想可以都不用烧就可以喝。然后超过1以后要烧了，一下摇滚再啉。假如说我们用那个0.2的水来泡那个茶叶就很甘甜，没有比那个更理想的。所以这个泉水很好。
他会选那个时候啊去找那个合欢山的那个山潜水，可是要经过7公里才能够接到天眼佛院。他7公里的费用竟然要550万。不过我们一接了以后就是往后什么时候水都很多了，很满。因为从开始的时候用那个狗印机就是那个自来水厂在埋管的那个管线从那个山上用那比较粗的管线一直接下来，然后变7印起变3印起呢，然后接到我们天眼佛院，因为还要下山还要上山，让那个前面的那个水后面的有压力前面的水才会再上山才会到天眼佛院来。可是我们刚开始做才做了一小段而已，老千就归空了，我们就没再继续做了。后来那个有一个精舍就是佛教的精舍，他们就赶快接去用，我们没做了，他们赶快接去用，所以这个也要有因缘啊，这个因缘不具足啊，所以那个山泉水就没有接成。那现在在用的那个山泉水是后面那个天眼佛院后面的山，那个是比较浅山，那比较浅的山它都有污染，就是我们有种那个虎秋龟火手瓜它有用用那个肥料，肥料的污染水源，所以就没有很理想，可是也已经不错了比我们在这个凡尘用的水都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业原始的地方呢，我们去生活的话身体的毛病就越少。那现在因为我们都是工业发达，都是重金属污染，所以身体的毛病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养生我们适可就好了。说要养到100岁也会死啊。所以养生呢，拄好就好啦，用就好。期待就是大部分都要死的时候都要好死。讲无求一个好死嘛，求一个好死，对不对？不要连累家人安尼拖真久，家己嘛艰苦，厝的人嘛艰苦，钱拢用了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就是要健健康康，这个心理也健康，生理也健康。财产不用留了。各位这2天有没有看报纸？有没有？那个为了一个人为了他的爸爸把那个财产那个土地购名给他的弟弟，然后他就害死父母亲也害死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儿女有没有？有没有看？你看老钱囝买，唔免啦老钱安尼分无平尔安尼命都无去，叫囝害死，伊家己嘛自杀啦，家己嘛烧炭死亡，真的很悲哀所以在生就爱甲囝婿囝儿婿讲好清楚，财产拢无留互你，恁家己去拍命安尼有正确无？你家己去拍拼，自立自强你若家己趁济食济，趁少食少莫想爸母的钱，莫想爸母的财产，安尼爸母较轻松，有没有？有没有比较轻松？无负担就是这样嘛，生活嘛要理想化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在世的时候有通食，有通穿，有通遮风避雨，有通这大就好过来佫聚会一口气若无来，拢毋是咱的拢别人的啦。
所以唔免去累积财产，我们要累积德性。我们呢努力的行止啊，利益众生，然后全部都不住相，进入我们性分，所以生子得本。自己呀有很大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根本，有道德的根本我们那个工作上才解掉啊，知道吗？工作上知道吗？就是成仙做佛啦。爱这一条嘞，各位田姐，假如现在叫我们去做，我们坐得住吗？宝宝了对吧？为什么？因为你坐在上面啊，底下人就是在求了，有没有？都爱给我平安，都爱给我大汉钱啊，都爱给我，有没有？然后你坐伫个顶头，你讲好，你才贪心。马上出去用请落来，这不掉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呢，就是要自己呀，这个追求的方向，目标正确，做法正确，这样的话呢，时时刻刻啊，就在天堂，没有那一些烦恼的事啊，都没有，这个儿孙呢，自有儿孙福啊。不用为儿孙来做马做牛，不是有这样说吗？有没有？也不要把儿孙当马当牛，不要为儿孙做马做牛，也不要把儿孙当马当牛，这样呢个人都平等，这样生活就充满光明，所以我们呢讲到这个潜水啊。这个六祖啊要洗那个船的那个衣啊，找了泉水，积以为池，一下子那个流出来的泉水啊就很多，有一个水池了。乃呢这个七跪啊，玩于石上，就跪着在洗呀，在石头上面呢，洗衣服。那么复有一僧人来礼拜。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僧人来礼拜，他就讲，方便，他的名字叫做方便，是呢，西蜀人，就是呢印度的人，那么方便呢也来，愿见我师传来的衣钵，就是他从印度呢过来，还要呢见到啊，就是呢达摩祖师的那个衣钵啦，那六子啊，就拿出来给他看，在洗的那个衣服啊，就是，然后呢，六子就问他，说上人啊，公何事业？所以在那个一代祖师的心目之中也没有分别心呐，他称呼他呢，称呼上人，就是人之上，上人，上人公何事业？你在做什么事啊？在凡尘在做啥？然后呢，这个方便啊，就回答说善术，很会雕塑。然后六子啊就很正色，就是很慎重正色的，向他说，如是啊，速看，你试试看，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伊讲呢，伊善术，很会的雕塑，伊讲我你雕看嘛，这个时候就是要他雕出佛性的那个状态出来。各位先生，假如说有人要我们雕塑我们的佛性出来，我们怎么雕？怎么雕？我们佛老师有讲，你眼睛看着他，会吗？会吗？会不会？安尼就雕好啊。这个是我们佛老师说的，说你眼睛看着他，他看着你就雕好了。
可是呢，这个啊方便往错，全袂晓要做，袂晓要安怎做啦。往错就是全规个拢茫茫然，还是要安怎雕所以呢，故事啊，结果不六工这个呢，塑就啊真相。你今麦去雕什么啦？雕六祖的形象，这样懂意思吗？已经跟六祖他的原来的意思啊，已经不同了。他自带形象善术是要叫一种雕塑佛性，伊结果去雕塑六祖的形象然后可高呢7寸差不多咱一粒安尼啦。我们手掌这样一个手掌啊，从这边到这边啊，差不多7寸，1寸。这么高。然后呢，曲径啊奇妙，就是把那个六祖的那一种形象，雕得很神似啊，就赶快的安尼六祖呢就笑了，笑师笑曰：如子之呢素性呢不觉佛性，讲你敢若会晓雕塑这形象，无法度雕塑我们佛性。不了解这个佛性，这样了解吗？那以后呢，会不会？说你佛性摕来我看嘛，会不会？这个我们博老师教的，伊若叫你讲佛性摕来我看卖目睭静甲看好了，会了吗？你直直甲看就是啊，文殊菩萨看到文殊菩萨表现在眼根。那么六祖呢师所谋方便点，就是安慰他啦。那个长辈的才可以摸那个晚辈的那个头顶。我们晚辈的不可以去摸那个长辈的头顶，那个没有礼貌，知道吗？所以六祖呢就摸那个方便的这个头顶就是安慰他就跟他讲说永为呢人天的福田说你这个可以当人道天道的福田，因为看到他以后就会想行善想行善是不是就是能够呢生出那个福报出来。所以他可以当人道跟天道的福田。所以我们一见到各位贤贤，我们一见到人家在行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内心也是想去做？有没有？有啊，有啊，不很强烈的做了引导的代志就是有那一种那个意识在。所以我们了解只要你看到他的做法，你想去效法，那个呢就是已经在种善因了。善因一定有善果是不是好像那个田一样一种了可以生鸟花这个花芽，然后呢可以成就所以假如说我们都是一直在看那个修持人修道人呢他在生活之中都是很尽心的在生活，他很困苦，那也都是我们人天福田，就是我们在享乐然后看到人家在受苦，又能那么行善，这个呢我们就会惭愧，说我们享受福报还不知道感恩。各位在享受福报有没有感恩？有啊，真的都很理想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嘛？是那更好。那么师乃以衣绸之六祖呢就用衣服来酬谢他。那么方便取衣分为3把这个3分做3分一批呢塑像就是那个雕塑六祖的那个形象，一个呢自留自己留着，一用中国义中
就是甲甲迄个衫甲安尼勒咧，敢若长，敢若安尼白长安尼甲白的做伙，然后呢甲带落迄个土骹异地中呢，就是埋藏呢，也土骹，他就发誓呢，就讲厚得此衣啊，乃吾出世啊，自此以此啊，重建啊，殿宇。假使这个衫啦，去互人挖出来，迄个时阵就是伊要出世，就是要在凡尘呢出生，然后要在这个地方呢自此，要来盖这个寺庙，然后来度化众生，发愿，他发誓愿。啊，什么时阵会去用甲伊挖出来唔知影，所以有迄个发迄个愿。只要讲若去用挖出来，伊就要出世伫原世间，所以他这个愿也是一个善愿。那各位在生活之中有没有发愿啊？发什么愿啊？希望赚较侪钱，还是说希望自己可以成佛以后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呢，是一段。接着底下呢，有生举恶人禅师的句云呐，有一个僧人，然后拿呢那个恶人禅师啊，他有讲这个句语，他句语是说恶人呢有伎俩，这个伎俩啊，就是骗步啦，骗步或者伎俩。我们呢在凡尘啊，很多人都有伎俩，拢有撇步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有这个撇步伊就会当趁钱啊，用这撇步来趁钱。凡尘啊，很多都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来赚钱。那么这个恶人他就讲，他有撇步，有伎俩，这个伎俩呢，就是能断百思想。可以断我们的百思想都可以断尽了，然后呢，对剑心不起，对着剑都不起心动念，菩提日日长，那个菩提一天一天的生长。各位同学，这个句怎么样？有的前贤看到说，真想要学啦，讲真好。可以断百思想，对境又心不起。可是呢，六祖一听到以后他就讲说此偈未明心，这个偈语没有了解，不了解我们的真心。我们的心地都不知道，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按照他的那个句来做会绑得更厉害，会受苦更久，知道意思吗？或许呢，就这个试着把它说出来，说呢这个伎俩，我们有伎俩就是有法。那有法，各位先生，我们在凡尘要去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执，一个呢就是法执。只要我们去掉两个执我们就可以成佛。那我执我们努力就是不要执着身体的我相，这个不要执着。那法执就是伎俩，这个法，我们呢在凡尘要成佛要有法，要有法来修。可是呢那个法都是方便法门。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伎俩已经呢这个生根在自己的它的根很深，在自己心中那变成法执那变法执不会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恶人有伎俩，一讲出来以后就已经透露他有法执。那么能断百思想。这个百思想
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各位浅显，我们要不要把功能作用全部把它斩断？不但是不要，而且是不可以，不可以把它斩断，因为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我们有功能作用才知道佛性的奥妙，佛性的奥妙就是因为有它的功能作用，百思想。那么对境呢，这个心不起呀，那变成我们就变成那个石头，咱变九头的对境起心没？变成树木了，树啊的对境起心没？咱变做九头甲树啊好不？唔好所以对境心不起呀，就是已经怎么样？落入那个无情之内了。那菩提日日长，这个菩提是觉，它一天一天可以生长的话，那是不是啊？有一天也会死亡。那菩提会死亡，那好吗？不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句语的毛病就是在这里。那么因六祖听到这个句以后因是一句曰六祖呢就讲这个句语，说慧能没伎俩。慧能呢就是六祖他自己称呼自己讲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各位同学，我们在完成应用的时候时常都这个会用的不很恰当。称呼自己先生称呼自己小姐称呼自己的那个称谓那个都不对我们称呼自己要称呼自己的名字，这样了解吗？真是对合道理、合义理都要讲家己的名袂使讲我什么人什么称人咧甲咱叫的迄个称呼人咧甲咱叫的称呼是别人叫的。不是咱家己咧叫，咱家己咧叫爱叫咱家己的名。所以六祖一代祖师他还讲慧能，讲自己的名字。慧能没伎俩，懂意思吗？虽然是很小的地方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小地方呢你都不会错，大地方就根本更不容易错。这样了解吗？现在时常讲看修道人就看小的地方，你小的地方有错你大的一定也会错。小的地方都不错，你大的一定做得很圆满。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修道人就是要注重那个很小的地方。所以在称呼的时候就要讲自己的名字。慧能没伎俩，没有法子所以无撇步，无撇步有没有很光明正大？有没有？就是光明正大，无撇步，没有法子啦。那你有撇步，你就是有迄个想要安尼趁钱，想要有空芳，对不对？已经心地不光明，所以慧能就讲六祖说慧能没伎俩，不断的百思想。百思想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不断，不要断掉百思想，让你功能作用自然产生它的作用，就好了。然后呢，对境心速起，对着这个环城的景象，那个心速就起来。这个呢心速起呀，各位先生。那个大圣这个法相中把那个心数就归纳有51个心数那我们也称呼它呢叫心所法，心呢所使用的方法。那或许呢把这个大圣的法相中呢他有讲。把凡尘的所有一切都把它归纳在五位百法。五位就是色法、心法、
心所法就是心术法，然后不相应法跟无为法5个，归纳把凡尘所有的万法都归纳到这5个，色法、心法、心术法、不相应法、无为法，5个，这样了解吗？那么色法有11个，心法有8个，心术法有51个，不相应法有24个，无为法有6个，加起来刚好100个法。那这100个法已经把凡尘所有的法都全部包含在这个里面，叫5位，然后100法，这样有印象了吗？有。然后或者把那个内容5位100法，把它这个解说出来。这个色法，色啊就是形象可见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5个，然后呢6层。色、声、香、味、触、法，因为那个法一半有形象，一半没有形象，所以列入色法里面，就有11个。然后呢，那个心法就是我们的8识，各位先生8识知道吗？8识那8识，眼识。耳识，鼻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8识，这个8识就是心法，然后呢，这个心术法就51个，那51个它又分成这个11个善法，然后5遍行、5别境，然后呢有6个根本烦恼，有20个的随烦恼，有4个的这个不定法，所以呢，它51个里面又分一些细目了。那么11个善法，那个心所使用心术法有11个善法。第一个呢就是信，相信的信，然后呢这个惭愧，就是我们要有惭，要有愧，惭愧，就是凡尘呢，都不很圆满，很惭愧，信、惭、愧，然后无贪、无嗔、无痴，没有贪嗔痴，然后呢精进，我们要呢精进，然后心安。然后行舍，然后呢不放逸，然后不害，有11个善法。然后呢这个5遍行，5遍行就是它都普遍在所有的这个里面，这个呢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这个整个在遍行之中就是触接触，触。受、想、思跟咒意这个5遍行，然后呢，在5别境，不一样的那个个别的那个环境，就是欲望，我们的那个欲望大部分呢都会很强，各位的欲强不强？强不强？都很强，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那个别境里面那个意不得了，很难去降服，那个欲，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圣洁，圣洁就是集中精神在一个，集中精神在一个现象，在一个事情，那个叫圣洁。然后接着呢就是那个受想思，5别境
然后呢，六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跟我见，这六个就是根本烦恼。我们根本的烦恼呢，就是这六个，贪嗔痴慢，慢就是骄傲，它跟疑怀疑，还有我见，这是六个根本烦恼。然后呢，有20个随着烦恼，就是不是很大的，可是会随着这个里面的内容来烦恼。然后20个随烦恼又分成3个，一个大，一个中，一个小。那么大有8个，中有2个，小有10个。那大呢8个就是调举。调举我们可能比较少听到就是把心举得高高的，让它不安，那个叫调举。我们在这边有讲过嘛，对不对？有没有印象？调举，比如说有朋友打电话跟我们讲说，我们去看电影，你说好，我有时间我跟你去。然后这个答应了以后你就把心举得高高的，要去看电影，要去看电影。可是中间又遇到很多事要处理，我拢无法度去那，那个叫做调举了，把心举得高高的，让它不安。这样了解意思吗？调举。第一个呢，的大的随烦恼8个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调举。第二个呢，就是昏沉，昏昏沉沉各位有没有那个昏昏沉沉的现象？那个昏昏沉沉就是随烦恼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不信，不信人家讲什么不信，不相信所以呢，第三个是不信。第四个呢是懈怠，懈怠知道吗？我们懈怠不懒了，不爱做懈怠。然后呢，第5个就是思念，念都没有集中思念。然后呢，这个第6个就是放逸，就把那个身心都往外放。第7个呢就是散乱。第8个呢不正知，不正确的知道。不正知，所以这个是随烦恼20个里面的大8，那中有2个，无惭无愧，这个比较容易记。然后小的随烦恼有10个，第一个呢就是愤，一个昏底下有心，那个愤，知道吗？几点几分的分下一个心愤。然后第2个也是愤，阴愤可是那个是厌愤的愤，厌愤的愤知道怎么写？立心边再一个艮，那个恨。第3个呢是覆盖，那个覆覆知道吗？覆盖。第4个就是恼，懊恼，恼烦恼那个恼。第5个就是嫉妒那个嫉妒的那个嫉第6个呢就是狂就是骗狂骗狂骗会吗？会不会知道那个意思不是说叫我们狂骗别人知道呢那一种那个含义然后呢愤愤恼，然后忌然后呢的狂，然后谦知道吗？是先提怕24个感谦然后懈汉跟骄傲就10个这个小的随烦恼有10个。然后呢那个不定法有4个就是后悔知道吗？这个
布施予人啊，即嘛吼啊个唔甘啊，后悔啊，有没有？没有，没有最好了哈，后悔，也是啊不定法里面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睡觉睡第三个就是寻找第四个呢就是事，一个人字边立人边在一个走私令的那个事这个四个不定法，然后呢底下这个不相应法，就是呢不跟心法相应，不跟色法相应，不跟呢心术法相应，有24个。第一个呢就是得到了得，第二个命根，得，然后命根众同分，一生性，受想定，昧尽定，受想报，然后呢名声、闻声、俱生，然后生住老无常流转，然后同义，同跟不同，同义次第相应，然后世数，那个视力很快，视度很快，世数，然后荒，大荒的荒，然后底下呢就是时间时，跟呢数学的数，和性跟不和性4个，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算？再讲一次啦各位算一算，不相应法，不跟呢心法相应，不跟色法相应，不跟心术法相应，它是独立的。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然后这个受想定，受想定，昧尽定，受想报，然后生闻声、俱生、名声，生住老无常流转，然后这个同义次第相应，然后世数荒，然后时数和性不和性，有没有24个？有没有？没得算啊，没猜我2位在顾了。然后无为法有6个，那个呢这个虚空无为，则昧无为，非则昧无为，然后受想昧无为，然后不动无为跟真如无为6个，加起来刚好呢100，五位百法，色法、心法、心术法，然后呢不相应法跟无为法，所以看我们这边呢对境心术起要把那个心术讲出来，这样各位有印象了没有？这个五位百法是凡尘所有的万法都收束在这里面，所以咱记这五位百法，你就把凡尘所有万法都已经呢，这个学到了，知道了，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心术法有51个。各位浅51个不要说内容，我们只有说那个大概的纲要，还记得吗？不记得了，11个善法，然后5遍行，5别境，然后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然后4个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里面又分成大中小，大有8个，中2个，小10个，安尼。那个细目呢51那个比较细这样有印象了吗？所以五位百法就是心术。那么对境心术起，我们对着境的时候就是有这一些心所使用的方法呈现那为什么要使这个心的这一些所使用的方法呈现？因为这一些呢都是佛性的功能都有，
所以我们对境要心速起，重点就是在不住相，我们对境心速起没关系，都心在使用，都有，全部有，可是我们不住相，重点就是在不住相，对境心速起，没关系，然后呢那个百思想也不要断，百思想也让它都在。所以上个礼拜不是有浅显问吗？不断烦恼而入内盘，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百思想跟心速起这个都是我们凡尘所谓的烦恼啦。那我们了解说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了解它是佛性功能作用，我们不要住在那个形象。就可以进入内盘，进入不生不灭，这样了解吗？是不是越来越好像这个离自己想听的又越来越远？这个离自己想听的越来越远，会有什么现象？就是在讲的人变成在催眠。他底下听的人很好睡，他就会点头啦。你讲的对。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进入我们那个佛性说简单很简单，说困难也很困难。简单呢就是有心。只要你有心就很简单，那困难的话，就是我们贪念凡尘，我们凡尘很迷恋，要你来听这个性理心法，要进入佛性本体就很困难。要说很注重凡尘的这一些得失那我们真就是很难修道。那要看淡。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在。为什么会用尘来形容？就是这个尘会污染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这个把门窗都关得很紧各位浅显，里面有没有灰尘？就可以知道那尘就厉害，那关下把板那桌顶都是灰尘一大堆，我们都有那个印象，都知道这个事，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要除尘，除掉这个凡尘，所以要把凡尘怎么处理？放到背后，背尘，对不对？然后要跟什么合在一起？跟我们觉性合在一起，所以背尘和觉，会不会？把凡尘都放到背后了，黑龙小事，把觉性启发那个大事，所以背尘和觉。所以只要我们这样这个双手一合各位浅显，这个就叫背尘合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右手做、左手做都是凡尘事，对不对？我们凡尘事双手一合起来没办法做了，对不对？凡尘事没办法做了。你这个形象一呈现是不是把良心都出来了？合不合觉？有没有合觉？所以这个就是背尘合觉，它会不会动？所以我们在凡尘最困难的就是把凡尘的事都当成实在所以这样要把它放下要这个理想就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知道凡尘的事都虚幻不实，因缘际会才有，缘散了就消失了。
言既则生啊，言善则灭啊，事情也是一样哦。言既啊，有事情来了；言善啊，事情过去了，是不是变化无常？啊，我们对变化无常的这一些景象，这一些事情啊，我们都把它当成实在。我们是不是颠倒？有没有颠倒？所以佛呢讲我们众生颠倒，该注重的那个佛性啊，我们都忽略；不该注重的现象我们看得很重，有没有？都是这个样子啦。所以我们现在要修道，要呢脱离这个苦海啊，就是要转过来，不颠倒，不颠倒啊，就是重视啊我们佛性，那形象就自然就好，随着它自然就好，健健康康的，就可以借假修真，借呢这个身体啊是假的，然后我们来修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是真的，它是永远都在的，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六祖呢就讲说呢这个对境啊心速齐，那菩提种嘛长，菩提是觉啊，怎么可以生长？六祖的意思啊，就是说菩提是觉，它是一个常住法，永远在的，不能让它有生长有这个毁灭的时候。那既然进入生长啊，就有毁坏灭掉的时候，所以不能生长它是一个常住的法，所以菩提种嘛长，怎么可以生长？这样了解吧？了不了解意思？所以我们这个第七品呐，也是讲了蛮久机缘品算呢我们的机缘品已经呢讲完了接着呢就要讲这个顿渐品第八。那么祖师啊居呢潮汐宝林这个时候啊六祖呢居住在呢这个潮汐宝林，神秀呢大师啊在呢这个京南玉泉寺。那么以使啊这个两宗啊圣化，就是这个六祖啊跟那个神秀啊这两宗派能两个宗北啊很圣化，就是修的人很多。那么人皆称南能北秀，南边呢就是慧能，北方呢就是神秀。那么故有南北两宗呢顿渐之分，有那个呢这个顿就是很快的马上呢这个从凡夫呢到佛地，然后有渐，那个就是渐渐的来修这个顿渐。而学者莫知终去，学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宗旨跟去向，这个什么样的宗旨都不了解，然后呢要到呢哪个地方去也不知道。那么思维呢这个众曰六祖呢就跟大家讲说法本一宗法只有一宗，人有南北我们人呢有的住在南方，有的住在北方，人呢有南北之分。那么法只有一种法只有一种，见呢有除极我们的见解，我们进入佛性本有的很快，有的很慢根利的就很快根比较钝的就比较慢所以这个六祖就跟大家讲说何名顿渐。那为什么有这个顿渐的这个名称它呢是什么内容
华无啊，顿见，佛法里面没有，只有一种。那么人有力啊，顿，人的根气呀，有力，有顿，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根气很力呀，就是他累世都有在修，那累世有在修啊，那根啊就很力，各位前几天假如说这个前不久啊，看那个电视那个新闻报道，在呢这个外国大概是美国吧，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5岁的那个小男童，他很会弹钢琴，弹的那个是大师级的那一种那个钢琴的那个弹法。那或许刚好那个时间有看到这一段，那或许就在想说，那个他累生累世啊，都是在弹钢琴，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说，他3岁啊，一听到音乐就会去弹钢琴，你只要给他听到，他就会弹3回哦。然后那个电视去拍的时候啊，拍摄啊，已经5岁了，他坐在钢琴前面在弹钢琴，弹得很熟练啊，小小的去枕头啊音乐底下伊的那个枕头下骹就流传的很流畅，他看的都会愣的嘞，那学嘛无法度学单呢，所以就是他累世之间他已经都有那个很熟悉的那一些琴谱啊，所以说他自然而然就会了。那我们人一生下来啊，各位也可以了解，有的生出来就真巧有的生出来公公，有没有？是不是很自然？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累世之中那个很聪明啊，就是累世之中一直有从这个性分里面研究，了解到一些真理，所以他的根就很利。那有一些在凡尘就知道这个吃饭睡觉，所以在凡尘的工作吃饭睡觉，我们有没有啊？没有吃饭睡觉，这么厉害都有嘛只是没有把它当成最主要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这么理想都是为了工作才生活那真的是为了成佛才我们都在完成很好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定要确立确定了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去做已经呢不迷昧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一生之中不要说一生那么长我们说一天之中，各位浅显，我们一天之中我们跟我们的佛性相处多久？相处多久？24个小时8个小时那也不错1/3了，不是8分钟还是8秒钟？有没有跟自己的佛性居住在一起？有多久？没办法算。只要我们呢这个时刻刻都有那个良心在，良知良能儒家所讲良知良能，那个是我们真心佛性我们呢只要说时时刻刻都能够回光返照，表示跟自己的佛性在一起。那我们一天之中多少的时间回光返照？我们精神外放的多呢，还是收回来的多？外放的多。
那可见我们一天之中要8个小时跟佛性在一起呀，非常不容易，8分钟就不错了。可能有的连8秒钟都没有。跟什么合在一起？跟现象合在一起。所以8秒钟都没有跟佛性在一起。那我们既然要修到脱离苦海，要慢慢的把心欠回来，要回光返照，就精神不要外放，精神外放当众生，精神收回来当圣贤。我们要当众生呢，还是要当圣贤？要当圣贤，那精神就要收回来。就是完成的所有景象、所有事情都虚幻不实在，不要被它拐骗。造化都是捉弄人在捉弄我们呢，在凡尘受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把我们的精神呢，全部都收回来。就是降服我们那个外放的心。外放的心已经降服了，心都可以收回来。收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培养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一培养，它就可以茁壮长大。一茁壮长大以后我们般若妙智慧增加。般若妙智慧有了，真理认识更透彻。真理透彻我们做起来更自然。自然而然就脱离苦海了。这样会不会可见都没有什么心想去做。一定这个要实践、实行、实际做。实际做就有功呈现了。这个我们呢要了解说，现在这个上天大开普度，我们都得到了，得到本来就已经成佛了。可是我们现在是先得而后修了，不像以前那个单传独授的时候是修到功格圆满才受记我们现在都受记了上天认定我们有成佛的资格，要不要成佛那要的话，自己要内心立定宗旨，唯求做佛，不求于物，可不可以太没力道了。这个要在凡尘踢铁板踢得厉害一点，知道意思吗？就是生活之中要充满挫折啦。你太顺利了让你赚钱了，让你有社会地位你就贪恋凡尘了，就不想修道了。这个全部到处都碰壁，都踢到铁板，才会死心塌地，好认真修道。对，很现实太如意了，表示上天要把你慎考倒。所以你太如意了就是要小心上天要你倒，要你拔得了，会不会？绝对跌倒。那我们现在赶快学习跌倒。为什么会爬起来对不对？上天要考我们那是很容易的。你赚到钱，你社会地位阁有，你阁要受到，我无用，绝对有借口啦。我们修道不要找借口，就是要脱离苦海，为求做佛，这个是最究竟的。成佛了以后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可以时时刻刻度化众生，不管到哪个佛世界都可以去，不是最理想吗？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文波老师对我们期许很大，有没有？或许还看到那个新闻呢，我们编出的上个礼拜不是老师有出新闻吗？说把我们那个台南的那个普通班都停下来，有没有？
要来研究这个心理心法，有没有？老师还跟我们讲，向徒儿邀请，老师要我们徒儿来听课，竟然要用邀请。我们徒儿比老师大比老师还大。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能够研究这个是我们福气有没有？很福气要知道福要把握。那老师还跟着我们恐吓，你不来听以后你不要求我。你遇到事情老师不是不帮忙那个连签是很难缠的，有没有？老师一手拿着糖果，一手还拿着教鞭。看看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就是能够研究这个最上乘佛法，让我们能够真的成就那要呢推广我们所有周遭亲朋好友都把他们呢要求来研究心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心明因果昧，见性成佛无疑，绝对可以从内心的深处产生信心各位有没有啊？从内心深处我可以成佛因为我摸到那个成佛的根源，摸着根的成仙做佛摸不着根下修行，不是这样那我们都摸到根了绝对可以成佛所以一定呢要努力要研究，要把它传播让你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都能够努力的来修道，这个才叫真正在修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研究心理心法，不是说呢都不参与道场这个活动，我们是用生命来度人的那个是付出很大的那个心血，绝对是要众生成佛。那假如说不按照这样的话，可以成佛吗？假如说我们不了解心性，可以成佛吗？没办法我们说用那个世心的话，那绝对是没办法一定要用真心我们根尘相对的那个世心都不要用就是用真心的真心即心即佛我们当下的心就是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文字即心即佛就讲得很熟悉不知道那个心是什么心都不了解以为说日常生活的心就是即心即佛，那绝对不是那个都是变化的世心生灭的，那不会是佛一定要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才真的是当下就是佛。一定呢要了解。那我们呢说到这边剩下15分钟了要给各位先生问问题，各位要踊跃发问，问题能够这个问出来，让大家呢都能够了解。有没有想问的啊？好，请说。莲师、刘讲师、对亲戚大家好。刘讲师刚刚提到这个5位白马名门，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有的没有听过，或许轻易听过。这个有一张明细表，都是要之后下个礼拜会写印给大家。还有一本书，或许是没办法，因为只有1本。那再来这个白马名门，跟我们弥勒实战弥勒内院讲堂讲的这个唯识内容是不是一样的？那就请刘讲师跟后学解说，谢谢。好，请坐。
那个这个五味百华呢，它是始于大圣的那个大圣华那个相宗。那我们呢有一个是唯识论，就是认识的识。那凡尘所有呢，它都把它归类到唯识，什么呢都是认识了。所以呢唯识论跟我们凡尘所了解的那个识是有一点不同。他呢把那个里面很详细的把它分，所以我们这个凡尘用的识，跟呢我们修道用的识，以及呢修正以后用的识，全部都不一样，它就变成一个认知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凡人呢，大部分都是着重在我们看得见、听得见、摸得到、想得到，在这方面用心了。那我们假如说进入性理心法，那么所有这些现象产生的那一些都是变化无常、虚幻的、不实在。所以呢，在那个唯识论里面呢，他都把这个生灭的这个事他不注重，他注重呢是在修道跟成就。修道的那个事跟成就的事是又不一样。等到我们那个成就以后进入呢那个无知无觉，那个无知无觉是修到最高以后呈现的现象。那能够呢了解到无知无事，那个也是事的范围啦。可是呢已经是很高的状态。是借着语言来说而已，它本来都已经离开语言、离开形象。那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就是要进入就是我们的正知正见，正确的知见。那正确的知见一样，要把那个跟人相对所产生的那个生灭的事也一样要去掉。所以我们把根尘呢，跟呢那个生花的那个六识去掉了以后才可以进入正知正见。进入正知正见我们来修道才会有成就。所以唯识论鼓励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是入手，就是从那个真如门，不要从生灭。从真如门入手来修以后，它会有这个一些很殊胜的那一些景象会产生。可是呢，这一些景象产生呢，它也是要我们了解，是给我们信心，而不要住相。住相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最高的程度，也就是究竟那我们就是要能够究竟成佛。本来我们都是佛，那为什么没有？我们没有成就，就是因为我们的知见不正。我们呢在完成所用的这些知见都偏了，都邪了，不正确，都颠倒了所以要先认识，先认识这个不正确的这个观点。它不正确在哪里？为什么不正确？我们去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产生力道来修持。那对这个正知正见我们有认知以后，那个行持就有力道。那有力道行持功效就跟在后面随时呈现。那有功效呈现这个又帮助我们一方面般若妙智慧生发，一方面呢对真理的认识又更深入更透彻，那就可以回到我们本位。那回到本位以后真的是都无所得没有一点得，只是回到本来本来本性就具足圆满我们就是要到达这一种状态这个呢就是唯识唯识论它的内容。还有问题吗？好，请说。我觉得
好，刘讲师好。或者想请问刘讲师，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然后呢，自己的个人的因缘落入我们自己的那个八字当中，那所有的进退，就是说我们所以讲话应对进退都落入八字当中，那我们就更加在应对进退的时候啊，很难会去把那个无我的状态体现出来，因为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人家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啊，那个无我的状态很难体现。问题是说，我们要有无我，才能变成说无所对待。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当下，把这个无我，时时刻刻的在我们身上有无我的现象这样展现出来的？或许一直有这个难点。好，请说。这个是很努力，这个想修，它重点呢，就是那个把那个我太注重，一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无我无我，这个样子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要执着我，要执着我，变成一个相反的方向。那所以或许借着这个讲这个无我来说呢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呢这个修持的对一个比较这个修持久的他在这个问这个问题啦说呢这个我们整个等于是说我们上次有讲过那个风铃记风铃记风铃，我们这边有讲过吗？没有我是都讲呢，就是浑身四口挂虚空，不问东西南北风，平等为他说般若，滴叮咚滴叮滴咚，风铃风铃知道吗？风铃它浑身四口好像都是嘴巴挂在虚空我们都会挂在虚空。不问东西南北风东西南北风一吹它都会响，叮当叮当，对不对？所以平等为他说般若，平等的在讲那个般若，般若就妙智慧嘛，滴叮咚滴叮滴咚，就是呢一直都在讲，说我们这个凡尘之中呢，都时时刻刻在讲这个般若法门啦。那么这一个呢，比较适宜弟子的，就问这个师父说：“那墙壁有没有在说法？”各位前人，墙壁有没有在说法？墙壁有没有在说法？那个师父说有，然后他就问我怎么没有听见？那个师父跟他讲：“因为你有我，所以听不见。”然后那个弟子就问说：“那师父你没有我听得见吗？”师父讲：“有你有我，所以听不见。”然后弟子就问说：“那没有我没有你听得见吗？”那师父就讲：“没有你没有我，谁要听？”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执着了身体的我，那佛在开始讲经说法的时候，他就讲一定要把这个身体的我去掉，去掉是身体的我啦。然后到涅槃的时候那个弟子就向释迦牟尼佛这个表白说：“你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努力做了，就是我们已经都无我了。”然后释迦牟尼佛讲：“无我就是生死，我就是如来。”这样懂意思吗？我就是如来，无我就是生死，没有我的话就落入生死了。有我，那个我就是如来。这样了解意思吗？重点就是我们已经
不重视身体的我，身体的我没有了，身体佛就讲说，假如身体是我，那这个身体的我是哪里呀？是头还是手，还是我们胸部，还是脚？哪一个是我？假如说全部都是我，怎么有那么多的我？懂意思吗？所以身体没有我了，身体的我已经去掉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佛性的我，佛性的我它是常住，永远都在。你已经领悟、了解、进入了，那个我就是如来，这样了解吗？那我们要进入如来的我，身体的我不要执着，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所以你在心中不要有那个身体的我的观念就可以。那我们应对进退该怎么做有一个刚好的角度。那你在想这个刚好的角度那个时候没有身体的我，所以你在应对进退有觉得身体的我存在，就表示你应对进退没有复合中道，晓得吗？所以你要复合中道，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身体的我，都是在真理之中。这个刚好一个角度事情到来刚好一个角度去做那个复合真理，剩下不复合真理的不要。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如来，没有身体的我，这样了解吗？还有2分钟，还没有问的？还有一个故事或许来讲，说有2个师兄弟在外面争执的时候那个甲就跑进方丈师来问师父，说我这观念对不对？师父说对，你的观念对。然后这个甲跑出去跟那个乙的讲，那个乙的一听以后换他跑进来问师父了，师父我这个观念不对吗？师父说你的对。然后他又跑出去了，2个又在外面争了。然后后面那个小沙弥就在讲他师父师父你这样就不对了，甲对的话乙就不对，乙对的话甲就不对。那个师父转过来跟小沙弥说，你说的也对。对，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或学占道天使的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上次有讲这个五味百华，这个等于是很有心把这个51心所华，那个心所华就是心术华，心术。那个六祖讲说对境心术起，各位还记得吗？忘了这么快？五味百华是大圣的法相中他所说的，把凡尘的万法都归纳进入这个五味。就是色华心华心所华，也就是心事华。然后不相应华跟无为华有5个五味。那色华有11个，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然后6尘色声香味触法11个。心华就是我们8识。眼识、耳识、鼻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摸那来也，心华有8个。那心术华，这个意是心所华，就是心所使用。我们心所使用总共有51个，51个它有遍行别境
然后呢跟11善法，然后6个根烦恼，20个随烦恼，4个呢不定法，总共呢有51个。那20个随烦恼里面呢，又分成大、中、小。大有8个，中有2个，小有10个。然后不定法呢有4个。那不相应法就是呢跟色法相应，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呢心术法相应，不跟无为法相应。它是呢这个独立的有24个，那个不相应法。然后呢无为法有6个。可能呢各位没有听过啦，所以会比较生疏。那假如说呢我们稍微有研究这个心理心法，大部分呢都会把这个所有万法都归纳呢在这个百法里面。那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看一下了解。大部分呢我们心所属用的就是51个心术法。它包含非常多，是我们心呢所属用。那或许呢，在这个讲前就是想先说一个或许这个上次回去然后听这个车上浅显在讨论说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有这个观念的问题，然后呢跟家里的人整个都不合就是这个所有这个家里的人大概都想侵占他的那个财产，他都到法院去告自己的亲人亲属拢甲告啦，一个人告规家伙人。那或许在想说纵然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家产都占据是自己拥有，那又怎么样？你又能够活多久？一口气不来你再怎么多的财产，也都是别人的啦。那干嘛要做那一种很愚蠢的事？在生活之中你各处的人处的以什么眼光来看你？什么眼光？是不是大家都很这个不和谐的？所以那样的生活我们不追求，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有的吃有穿，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不用刻意去追求那一些财产，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纵然真有一直享受，那才几10年而已，何苦来哉？划不来的。那所以或许就想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而讲一个比喻说我们把一个盲人就是眼睛看不见的盲人，把他牵进去那个荆棘林中荆棘林就是里面都种那一些仙人掌。各位有看过仙人掌吗？它是不是全部都是刺？它很高那个差不多有一个超过我们身高的高那个仙人掌。那我们把一个盲人切进去那个仙人掌的那个园区然后我们就把它放着，让它自己出来。各位浅显，它要怎么出来？它要怎么出来？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比喻他就在讲说我们众生呢不了解真理，不了解真理就像盲人没有眼睛不知道要怎么去做才是正确。然后呢我们又在那个荆棘林中，就是呢身边都是仙人掌很容易我们一抖就会被那个刺到，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去刺插掉。
这个时候啊，各位浅显，我们假如说生气呀、我们出拳，去打那个仙人掌，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刺得很厉害，对不对？然后生气的时候啊，不但手去打，脚也踢啊，那脚会怎么样？又受伤了。所以佛说这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在凡尘啊，不了解真理啊，我们就是要研究，要知道真理怎么走才正确。那我们在摸索的时候啊，眼睛呢还没有这个看得见，还是跟盲人一样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小心的去走，小心呢走的时候啊，当我们碰到刺啊，你要赶快退，是不是要退？就不会受伤了，对不对？然后转个方向，然后再走，然后走的时候啊，又小心的不要迈开大步啊，迈开大步又会受伤啊，所以我们又小心的在摸索着走，不碰到刺的时候啊，又可以小心走，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那个荆棘里，就是走出那个仙人掌的那个园区呀，就出得来的时候啊，还是前好好的，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在生活之中啊，千万不要生气，生气呀害我们自己。就像我们这个手脚都来了，这个一打出去呀，一踢出去呀，受伤的都是自己。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小心，小心翼翼的，走啊，这个很平稳的道路。这样了解意思吗？在凡尘啊，或者都讲，我们要学我们老祖师啦，度大能容，然后满腔欢喜，有没有学啊？什么事我们只要呢，能够容纳都没事啊。再怎么不合理呀，只要我们能够容纳，那什么事都没了，都可以很和谐。所以我们呢，在凡尘啊，就是要学我们老祖师度大能容，就可以了却呀，人间多少事，他本来都没事啊，天下本无事啊。下面那一句怎么讲？对了，庸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困扰自己，我们自己找事来做，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是我们自找麻烦，那我们度大能容了以后啊，就没事，什么事也没有，然后满腔欢喜，在凡尘的时间都很短暂，不过呢100年而已啊，一下子转眼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啊，要过得好像在天堂一样，我们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不愿意做了。各位愿不愿意做啊？愿意。就是我们要从内心产生那个欢喜。现在上天大开普度，我们又得到了这么殊胜要又研究这个心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可以回归我们本位，都可以成佛，这个是最高兴的事，所以要满腔欢喜，要高高兴兴的在生活，这样呢才很值得。那我们呢这个要回到呢这个六祖坛经。敦鉴品，对不对？敦鉴品这个第8，就是讲这个顿鉴六祖呢就讲说呢，这个法呢本来只有一宗啦，可是人有南北法一种，这个佛法有一种，我们的见解有的很快，有的很慢，就是我们对真理的那个了解程度有的是很快，一下子一点就清醒，
那有的要经过长时间呐，长时间的那个熏习，才能够呢了解这个真理。或许都一直很赞叹我们这边呐，这个研究半年就能够进入状况，是很理想。那北部的前贤或许这样一天过来能够1年都领悟就很不错了。大部分都是2、3年才能够领悟了。那我们这边都还没有这个真正的实际的经过半年就会了。很不容易呀，所以这个都是一方面呢，我们南部比较这个单纯，一方面呢这个根基都很好很不错，还有这一种成效出来所以我们假如说还不了解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只要我们肯心呐像北部呢有一位前贤。就听呢这个如是我闻过年的时候听9天呐，就是光这4个字听9天，然后又看到我们那个第25次的那个里面有讲一句就是了了分明的知觉性，促成他真的就全部领悟了，高兴的时间经过2年又1个月。2年1个月才领悟所以我们这边都很理想很快就可以进入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各位都启发了没啊？可能有的都启发了啦，有的这个被我们佛老师这个鼓励来听的比较新啦还没有领悟所以或许又重复我们呢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只要有空闲我们就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先认识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佛性本体我们先认识，认识了以后一定要培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连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念头也不要有了，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不生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整个都呈现所以这一个时候我们一样要经过奴仆，要经过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佛性这个启发，让它呢离开我们这个身一直到这个空间出来，然后我们到空间的时候本来这个空我们只要是没有启发佛性，这个空是完空的。那我们已经启发佛性的时候，这个空叫真空，空中有佛性在，那空中有佛性在叫真空。那佛性有，可是没有形象，叫做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凡是我们的心所在，一切都能够了然分别，就是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所有的一切现象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7孔，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7孔都不一样所以是不是已经千差万别？有人的面拢同款，拢无嘛所以咱种咧叫的时阵，才袂去叫唔对去一人有1款面，拢7孔一样都是7孔所以我们真心所在，我们能够看得人家的面孔都那么谦虚，就是真心所以或许之前是有讲，满眼本非色，满耳本非声，文殊常触目，观音赛耳根，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眼睛一看不是形象，而是我们的妙智慧，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智慧第一所以它整个出来整个都是我们的那个般若妙智慧。那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运用
我们看所有的众生啊，看所有的人的面孔，一粒一粒拢看得就清楚，有无？有没有？都看得很详细，对不对？就是真心所在。我们真心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你都了了分明，都能够分别的清楚啊。看得就详细，有无？有没有啊？那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做怎么想？就自然安尼啊。所以各位同学，自然那个就是道。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整个呈现，让我们看所有人啊，一粒一粒拢就清楚。就是这文思菩萨，这样了解了没？我们日常有没有在用？我们都看所有人他形象都不同，我们都知道那个呢，已经是佛性的工作用。然后我们看形象这个电扇是电扇啊那个底下各位浅显，那个电扇底下那个是什么？那个电扇底下是什么？莲花各位以后都想做，所以会先认识它坐在莲花座上面所以我们了解，一看了又了了分明。那谁了了分明啊？是不是我们佛性？对不对？我们佛性在日常生活之中运用我们都不知道，日用而不知啊。所以我们看形象就知道形象，看人就知道人每个人面孔不同就是不同，都了了分明。那个就是文思菩萨的妙智慧。所以满眼本灰色，不要进入形象我们住相佛性的模体啊，我们不住相佛性的呈现啊，这样会吗？会不会？我又想我们这边人又不少嘞竟然没一个印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体会多呈现我们那个灵觉，就是佛性本体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体会只要我们不住相。上次不是问吗？我们要怎么成佛？都没记啊，不是2个字吗？对啦，离相啦，会吗？离相，离开形象。不管是有形有相，还是语言相，都离开，就是佛了啦。这样会吗？会不会？会离相了不住相，只要离相，就是佛了。这样成佛简不简单？很简单只要不住相就是佛了，只要我们住相就是众生。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住相，住相才有烦恼，所以离相就没有烦恼。离开形象，形象都离开了，就是佛了，简不简单？所以以后烦恼的时候就马上告诉自己离相，他就已经是佛了。当下都是佛了。所以不管是事情的相、语言的相、形象的相，全部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可以离开形象，然后呢，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心中呢完全都没有的事在，没有物在。所以我们儒家也讲格物格除物意，就是我们把心中的物都隔除。只要你心中不要有东西，不要有事情，那我们的心就清净。那心一清净就恢复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回来。时时刻刻我们守住我们佛性本体，这样不会有业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
自己呀就解脱了，哦，就会呢生活的呢好像在天堂一样。或许都讲，哦，这个晚上睡觉啊都会偷笑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晚上睡觉时候偷笑啊？都还没有啊？是唉声叹气吗？也没有。哦，那假如说是唉声叹气啊，表示我们呢这个所作所为啊，哦，离开真理，离开道，哦，已经呢不符合了。那我们呢，只要都是呢符合真理，哦，在真之中呢，那一定呢都是很高兴，满腔欢喜呀，哦，可以笑开天下古今愁，在日常生活中呢，把它体会成型，时时刻刻呢都可以，哦，只要呢，哦，我们有心追求，哦，皆可以达到，哦，可以成佛，从内心呐，哦，深处呢产生，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见啊，哦，我们的那个见解，它有快有慢，哦，它只要有心追求，一定都可以到达，哦，快慢的就不用管它。那么何名呢？哦，顿见，哦，华无顿见啊，人有力顿，故名呢，哦，顿见，哦，人有力，或者上次就讲说呢，力根的累世啊都在修。那累世在修呢，哦，都在我们的性分之中，性分之中呢，都有这一些这个修持的一些那个内容以及构成，以及我们的认识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一下子一点的，只要三知识一点，马上都能够了解，能够清醒，不是有讲那个电视在报道一个5岁的那个小男童在弹钢琴嘛，有没有？他3岁就会弹，可是来拍那个电视记者去拍摄的时候啊，已经是5岁。那5岁的时候，那个弹钢琴啊，就好像那个大师级的一样，那个声音啊很流利就流露出来，真的是钢琴大师。那可见呢，他累生累世啊，也都有学，才自然而然会性中有。那我们根很利啊，就是性分之中有。那根很钝，就是我们累生累世啊，都没有朝修道的方向努力啊，都是忙于完成的事。各位浅浅，完成的事什么让我们最忙？2个嘛，一个吃，一个睡觉，不是这样吗？是2个是让我们最忙的，我们就忙于这个事，所以就没有对修道很着重。那假如说呢，我们了解说到凡尘来是业力把我们推到凡尘来，是我们造了业。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呢？就是因为不了解真理，没有研究真理，不知道。才呢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找根源，为什么会造业，为什么会受苦，找到呢这个根源，就是因为不知道真理，不了解真理。那我们在找借口，说不研究，那会给自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6道轮回好不好？不好，都是很苦啦。我们人最好都这么苦了，何况是其他的，那更苦。所以呢，就不要在这个6道里面轮回，一定要脱离。那要脱离一定要了解真理。我们从真理这个角度来解开万因。这个万事万象都是呢，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呈现。那因为我们呢不知道，不了解，所以呢，在这个呈现的时候我们呢就没有那个是我最好的一个那个方向，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觉，跟有一个不觉。那不觉的时间居多了，觉的时间很少。
各位同学，我们在生活整天24个小时能够保持觉有多少时候？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觉了没有？没有啊，连吃饭也不知不觉睡觉的时候觉了没有？不觉，一直睡觉，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可以说我们的佛性呢，能够让我们都有那个觉。可是大部分的时间呈现的都是从觉生发的不觉。因为不觉，所以我们呢起心动念。各位同学，有没有去思索我们为什么起心动念？有没有？咱是安怎起念头？念头哪来？念头怎么来的？好像很自然它都按那种生出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6根然后面对6尘，然后就产生了，就起心动念。然后起心动念以后我们就会落入行为，有行为然后行为一形成了，业已经造成了。所以最细就是从起心动念，念头就是业所以咱伫咧修道，我们修道要从念头入手，让我们的念头在我们自己的管制之下。所以先生，家己有法度家己控制家己念头有没有？有办法吗？有没有？家己的念头生出来，家己有法度家己斩断，有无？还是家己修补较好咧，让念头更长一点。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想不想把它遏制它？想的话表示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真理所在，才会想这个断掉我们的那个胡思乱想。所以这个修道很重要。或者都讲我们年岁一大了以后都会生活在过去的那一些现象。过去的那个遭遇，都会活在过去，都是生活在过去。所以遭遇到很坎坷的时候他会怨天尤人，他会讲说，我都没有做坏事又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我这么坎坷，生活都不如意？各位知道原因吗？知不知道原因？就是念头太多了念头太多把我们以往累生累世所造的业把它拉来。所以我们只要呢日常生活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所有累生累世的那个所造的业，它没有缘有因没有缘，它不会现象，我们就不用去接受。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说念头有这么厉害各位了解了没有？念头很厉害，厉不厉害？很厉害我们为什么看到社会新闻有那个杀人，是不是也是念头？从念头来，对不对？从念头来会跟人打架，从念头来会杀人，从念头来会做善事，是不是都从念头来？所以念头很重要。那我们呢就是要聊到那个大乘信论呢就有讲我们起心动念就是业，就是已经造业所以在日常生活尽量不要起心动念，要起心动念要在我们自己的灵觉之下
就是了了分明，咱的提心胆量，然后知道念头的内容是在想什么，要知道的话就不会被它蒙骗了，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会按照念头去做，这样了解吗？所以从最微细的然后念头，念头呢，假如全部都不起心动念的，我们就在培养，我们人是半阴半阳嘛，一半阳一半阴啊。那我们生活之中只要有负面的念头，那个都在培阴啊，培养的阴啊，阴越多的话，各位浅浅有什么现象？昏昏沉沉啊。各位有没有昏昏沉沉的时候？为什么会昏昏沉沉？就是阴太浓了，阳不足。阳充足的话，精神很好，不会呢昏沉，也不会想睡觉了。那我们一直想睡觉，那个就是阴比较多。不过或许有时候在讲课，很多人都是入地会入定。那或许说能够入定，跟那个周公打交道，那个时候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你能够入定，不会胡思乱想；你能够入定不会睡着。既也没睡着，也没胡思乱想，是不是最理想？所以那个时候会见到仙佛了。你很清醒的时候绝对不会，仙佛不会现给你看。就在你入定那个时候，看到了。所以或者都会鼓励尽量享受。能够入定尽量享受。最理想的修持状态。也没有胡思乱想，也没有睡着，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要修到那一种入定的状态，灵觉都呈现了，所有这个外物外境全部都不进来，然后我们里面也不出去打交道，理不理想？然这个修之徒众，就是神修的那个徒弟很多，往往讥笑南宗祖师这个神修的徒弟很多人都会嘲笑那个六祖本人不是一字有何所长就是他不认识一个字，有什么那个长处让人学，所以这个是完成的这个观念讲伊都拢捌字无读册无读册字唔捌，所以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说我们研究六祖坛经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说知佛妙理微观的文字，所以念的很多不一定说你能够了解老天在世的时候实际上讲，他说我们凡尘博士那么多你看哪一个博士成佛了？为什么？因为博士都有那一种看不见的骄傲，就是他学的比什么人都多了。有不知不觉的骄傲，这个很难去发现，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假如说学的越多，知道的越多，